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以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对于系统所奖励的功法神通，你并不感兴趣，倒是一些食物让你眼前一亮。为了这些零食，勉强做几个顺眼的任务。丑女，这就是你挡爷爷路的下场。好好跪下来，叫几声爷爷，我就考虑放过你。真是一个丑八怪，不会还是个哑巴吧？真是脏了我的宝剑！宿主，你别发呆了，女主死了，我们的任务就没法做了。你会使剑，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挥剑，于剑里难容，弃剑不配。是谁竟然敢打小爷？不知道小爷的亲哥哥是外门天才弟子王腾飞吗？王腾飞，外门还不够格让我听到这个。就是你这个杂种打的小爷啊！小爷要把你全家杀了，把你的母亲妹妹都抓来给小爷当女奴。看你是杂役弟子，本想留你一命，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你快走，这件事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掺和进来，离开玄天圣地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可以活下去。胡老，麻烦你去把他带来。圣子王腾飞已经带到。怎么上面还有人？我怎么感觉不到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人是圣子？你是圣子？我操！我不是在练功吗？怎么被甩到这了？那强者叫他圣子，难道是白发玄衣君凌霄？可恶！王腾云这个废物，只知道吃喝玩乐玩女人，还招惹这么强的强者。要不是亲弟弟，早弄死他！现在我代表王家将次子逐出家族，他与我王家再无关系。我王家愿以供圣子驱使，为奴为婢，绝无怨言。还请圣子能饶过王家。大家别这么紧张，没多大事。还有你们几个别跪着了，起来说话。哦，胡老，给王家那位外门弟子治伤，顺便把那位晕过去的弟子唤醒。臣。王家谢过圣子宽恕。君凌霄一个眼神都没有给王腾飞，一个死人多看一眼都是浪费眼神。屈身扶起趴在地上的女主，探查才发现女主只有隐气的修为，这让君凌霄很是苦恼。她的疗伤药太高级，最差的一颗能把她撑爆。问过系统了，必须要送疗伤药，灵力治疗不算完成任务。谁有疗伤药可以治疗她的伤势，算我君凌霄借的。圣子，这是凝血丹，可以治他的伤。小人的丹药能被圣子使用，是小人福气。这是凝血丹，我拿了这个杂役弟子的丹药送给女主，算完成任务了。宿主算完成任务的。张嘴！圣子为什么要救我？啊！恭喜宿主完成第一个任务，任务奖励200积分已经到账，可以尽情兑换美食了。你叫什么？启禀圣子，小人叫张峰。你很不错，你可是修炼了清风剑法。小人当部的圣子夸奖，小人的确修炼了清风剑法，但是资质愚钝，剑法还未入门。放开心神，好好体会。当年我也曾练过清风剑法，这是我的一点感悟。多谢圣子再造之恩。不必谢我，这是给你的报酬。好好修炼，入了内门来找我，你我有缘。我再传你一套剑法，是我学了清风剑法后感悟的新剑法。多谢圣子。众人对张峰羡慕坏了，等于有圣子罩着了。就因为一颗丹药，在场带了疗伤丹药的人非常后悔，为什么自己没有抢先拿出来献给圣子？那这等机缘就是自己的了。为什么要救我，还要给我疗伤丹药？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被人打伤在地上吗？启禀圣子，是那王腾云看到他的右侧脸起了色心，想动手动脚，等看到全脸又觉得丑陋，恼羞成怒，就要用剑刺伤他发泄怒气。在场众人都畏惧他，不敢上前阻止。王腾云会受到惩罚，我玄天圣地不许这等仗势欺人的人存在。我身为玄天圣地的圣子，自然要为大家主持公道，这就是我救你还赐你疗伤丹的原因。君凌霄的好感在杂役峰众人蹭蹭往上涨，仁义慈善的君子，玄天圣地有这样的圣子是他们一众弟子的福气。来看看吧。
姬兰青母为疤痕婢女，因姬家家主意外受孕，家主耻之，女主无名，幸得图书，赐名姬兰青。3岁丧母，遗体遭弃。7岁失天生灵骨，9岁血被抽换余主母女，12岁火灵体又被夺并成他人要人。自幼扮其色的婢女，实为监视者，从未真心，背后讥讽。这女主竟然天生自带红莲业火，果然越惨的主角越逆天。主角的惨事和以后的成就成正比了。我看你与我有缘，我洞府中还差一个婢女，你可愿意？多谢圣子，我愿意做圣子的婢女。好，那你跟我来吧。这女杂役运气真好，被圣子看上，带回了洞府。圣子住的可是玄天圣地灵气最浓郁的玄天峰，在那里修炼比在杂役峰修炼起码快10倍。资料里怎么没有记录他怎么逃出来的？宿主，我已经传上去，现在可以看到了。女主趁着只有和婢女2人的时候，杀了照顾她的婢女，逃出去，正好赶上玄天圣地招弟子，资质约等于无，靠着毅力硬爬上天梯，进入了圣地，成为杂役弟子。原来是这样，果然主角是不甘于堕落的。姬家没这个胆子玄天圣地闹事。老九，今天有几不开眼的东西惹了我，叫什么王家？你去送他们9族，一个不留。执法堂那个人你也带去，我不想他死得太轻松。王腾飞等人急匆匆地赶回家族，以为向圣子赔罪，指不定还能通过这次赔罪巴结上圣子，那王家就可以飞黄腾达了。可想象是美好的，可惜等待他的只能是神魂俱灭、9族消消乐套餐。有事徒儿速来。我这有本仙王级功法，9天焚诀就挺适合你的。你的根基已毁，就真正的根基红莲业火没事，我辅助你修炼，不出1年便恢复成最巅峰的状态。仙王级功法，我父亲都没资格修炼。这都是些小玩意，你想熟悉一下吧，我还有事。王家9族已神魂俱灭，只剩下杂役峰那几个弟子。干得不错，玄天圣地杂役弟子多如牛毛，死1、2个没人注意。凌霄拜见师尊。凌霄，你还跟我装起来了？你在外面装就算了，就我们师徒2人，你还装？师尊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我听说你收了一个杂役峰的女弟子当婢女，是真的？是收了一个。你这是想女人了？我叫玄阴峰给你送几个漂亮女弟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师尊，那个杂役对我有用，你别一天就想给我添女人，你还是先给我娶一个师娘吧。我这个年纪了，都是老头子了，就不跟你们年轻人一样谈情说爱了。1个月后，附属宗门会送来一批弟子加入外门，你去帮忙主持一下。你这个玄天圣子也该露面了，不然别人都把你忘了。好，正好我也没有事，我会去的。凌霄，你真的不需要女人吗？我叫玄阴峰把他们的大师姐给你送去，听说很漂亮。不需要，我说了那个婢女，我是有大用的，我志在修炼，无心其他事。看来真的不想要女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冷血了，只知道修炼。几个附属宗门的弟子入外门这件小事，师傅都那么重视，看来圣地里某些人又开始坐不住了，是时候立立威了。胡老，你去打听一下，最近那几个预备圣子谁比较活跃？遵命。老九，你去调查一下，圣地附属宗门送来的那批弟子里，有没有身世特别惨，有血海深仇或者以前是废材突然变成天才的弟子的？还有一个美女师尊，退婚未婚妻，喜欢放豪言壮语的说莫欺少年穷的，特别关注星夜、萧、素、灵的。什么鬼？圣子，要是有这样的人，要不要我把他们解决掉？不必，你只需要确定是否有这样的人就可以了，不必做其他的事。遵命。圣子，姬兰青求见。进来吧。多谢圣子大人恩赐丹药功法，以后圣子有命，兰青必以死相报。君凌霄没有说话，高高在上看着女主姬兰青跪在地上，不由一阵暗爽。起来吧，根基修复了，可以开始修炼了吗？根基已经修复了，现在已经进入凝气期了。我操，这么快就凝气了，真不愧是女主。这是一些你能用的灵药，还有我给你的法宝，收着吧。君凌霄当然不是白给的，又在系统那里接了一个任务，有2000积分。我没有修炼过9天焚诀，不能给你指点。不过外门的刘能长老修炼的是9天焚诀的简化版，我吩咐过他了，你有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他，如果他也解决不了，你再来找我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姬兰青做事就要跪下，君凌霄用灵力托起他，以后也不要动不动就下跪。我的婢女无需跪任何人，你也无需惧怕任何人，你是我君凌霄的人，万事由我给你兜着。
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你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可有人动我的人，那让你尝尝大地的威力。回禀圣子，前元丰大长老的大弟子宗岳，最近刚突破斩我境初期，扬言要挑战圣子，这是请帖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宗岳这个废物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，我就陪他玩玩，不知道他今不今晚。季兰青，一会跟你去参加宴会，你代表的是我，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兜着。婢子一定不会丢圣子的脸。我操！圣子，这里是圣地的玄竹峰，并不属于任何人，是核心弟子论道的地方。宴会由前元峰核心弟子朱广元发起，也就是宗岳的师弟狗腿子。以前也给他发了不少这样的帖子，一次都没参加过，这次怎么来了？我前元丰大长老一脉一向与圣主不和，要不是老祖规定不能迫害他们，这圣子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这次宗师兄突破斩我境，看你这圣子还能多嚣张。你们继续，我只是好奇品茶论道会是怎么样，临时起意来看看。你们就当没我这个人。你这么大个人坐在主位上，我们怎么当没你这个人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朱广元，他也配和我名字放在一起？宴会的主人屁话都不敢放。君凌霄今天往这里一坐就赢了，修仙界以实力为尊，真是无趣。你一个人坐一会，我去外面逛逛。婢子明白。圣子大人叫我坐这，一定有他的含义。你是何人，也配坐在主位？我是凌霄圣子的婢女。好大的口气，一个婢子也敢做主位？圣子没教过你规矩，那今天我就来教你规矩。现在跪下来磕头求饶，可饶你一命。真是冥顽不灵。姬兰青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，他终于想通了，君凌霄对自己这样好，就是为了今天吧？自己把这条命给他，就不再欠他的了。只是还没能杀死姬家的人，他不甘心。既然不求饶，那我就送你去地府吧，下辈子别跟错人了。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李贤不敢置信，君凌霄为了一个婢女，敢直接对前元丰长老座下的内门弟子出手。君凌霄，我要你死！聒噪！圣子只是为一个婢女就打伤内门弟子李贤，是否太过了？而且这也有伤同门之谊。念及同门之谊，我才出手重点。敢动我的人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姬兰青望着君凌霄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是他人生10几年都未曾拥有过的。圣子如此行事，如何服众？你不服，那就来战吧！我他妈要是能打赢你，还磨叽什么？直接就上去了。圣子为了一个区区婢女就打伤李贤，他师父那里说不过去，希望圣子能给个交代。那就让他师父来找我。我的婢女在你办的宴会上受伤了，这一仗是你给她的道歉。朱广元，你若是不服，也可以叫你师父来找我，让他给你讨公道。众人心底更惊了，凌霄圣子这是公然叫板大长老，难道圣主和大长老的不和要摆到明面上了吗？丁宿主已派发2个任务，给女主疗伤，给女主送法宝，奖励40万积分。呵，你这小子越来越懂事了，都不用提醒就知道发任务了。你过来。君凌霄一把抓住姬兰青的手腕，身体本能的想挣脱，但是君凌霄紧紧抓住，不给他挣脱的机会。姬兰青不知道他想干嘛，他不会想强要受伤的自己吧？还在胡思乱想着，就感受到一股灵气在修复自己受伤的身体。今天的事，你可怨我？婢子不敢。不敢，而不是不愿。如果我说今天的事是一个意外，你信吗？我的命是圣子救的，圣子要拿回去，婢子不敢有怨言。你的伤我已经给你治好了，你走吧，我还有点事。等等，这是浴火雷烛，你拿着吧，是被天雷劈过的竹子，又在火中重生，蕴含雷火大道，真气无比。宿主，我们又完成3个任务了，积分多的用不完，真是苦恼啊！给我来顿火锅，可乐。宿主，你刚才好霸气，好厉害，真是羡慕死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你不服，那就来战！想死？不出君凌霄所料，执法堂长老亲自带人来请他和季兰青去执法堂。凌霄圣子，实在是几位长老有命，不得已冒犯圣子，还望圣子恕罪。圣主一脉和大长老一脉的斗争，他们这些小人物实在不想掺和进去。知道你们是奉命行事，带路吧。
玄天圣地的权力由圣主和5位长老掌控，2长老支持圣主，3、4长老听大长老的，5长老则中立，墙头草。哦，圣子，你就把我推出去顶罪吧，能换圣子安然无恙，我是愿意的。放心。君凌霄，你大胆！几位长老找我来是有何事？君凌霄已伤我前元丰弟子李贤，你可承认？是我，怎么有问题吗？那李贤听到君凌霄这话，直接快气炸了。但是众长老都在，他不敢做什么，想做什么也不行，又打不过君凌霄，只能恶狠狠盯着，像要把他生生咬碎一般。君凌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就算你是圣子，也不能随意打伤那门弟子。你现在还不知悔改，你可有把众位长老放在眼里？可有把圣地的规矩放在眼里？真是蠢到家了，想动我圣主一脉，难怪别人姓林就能做主角，他姓林只能做炮灰。的确没有放在眼里。好你个君凌霄，你这是承认了，还请众长老秉公执法，惩罚目中无人、恶意伤害同门、不敬长老、不遵圣地规矩的君凌霄。座上的5个长老没有发话，大长老他不信君凌霄会这么蠢，2长老面露担心地看着君凌霄，3长老、4长老则是一副要惩罚君凌霄的样子，5长老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无关。众位长老和圣地的规矩，我是放在心里的。至于林长老为什么只把众位长老和圣地的规矩放在眼里，而不放在心里，君某就不得而知了。君凌霄还笑着看向了大长老，似在挑衅。林牧这个人只是被推出来的一枚棋子，今天如果借机惩罚了君凌霄，他以后会成为圣主一脉的大敌，一定会被除掉。失败了，会成为大长老一脉的替罪羊，也是一个死，一个将死之人。君凌霄一个眼神都不想给他。大长老接收到君凌霄的挑衅，并没有回击，用眼神示意林牧，让他继续。君凌霄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在故意曲解我的意思。你今天不敬5位长老和不遵圣地规矩的事暂且不论，但是你无故残害我的弟子李贤，你刚才已经承认了，还请5位长老处罚君凌霄。林长老，你该尊称我为圣子。凌霄圣子，林牧长老直呼你名字的确不对，我让他跟你道歉。林牧给凌霄圣子道歉。圣子是我唐突，直呼圣子名讳，还请圣子恕罪。你一句轻飘飘的恕罪就想接过去，那我把你杀了，再跟你道歉，可行？君凌，圣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如果我就是要欺人太甚，你又能如何？林牧长老已经在暴怒的边缘，如果不是5位长老在场，此刻就动手了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大长老也不得不出声了。圣子只是一个称呼，林牧长老已经道歉了，可否给我一个面子，接受林牧长老的道歉？他直呼我名讳，我还以为我师尊已经把我的圣子之位革除了。林牧长老不敬圣子，发丝过衙面壁3月，圣子对这个处罚可满意？大长老定下的处罚自然没问题。我林牧认罚。既然我已受罚，那么圣子是不是也应该为无故残害我门下弟子李贤受到惩罚？所以众位长老准备怎么处置我？2长老看着君凌霄，担心不已。圣主君无期早不出门，晚不出门，偏偏这时候出门，大长老一系才对君凌霄出手的。执法堂众弟子都咽了咽口水，停住呼吸，恨不得自己不在场。自然是按门规处置，无故残害同门者废除修为，逐出玄天圣地。大长老也认为应该这样。这么大阵仗就被君凌霄轻飘飘地应付过去，看来是动不了他了。我见元丰一脉的尊严何在？那就罚个婢女吧，总不能为了一个婢女和我硬刚吧。圣子自然无错，错的是引诱圣子犯下错误的人。小小婢女竟然引诱圣子残害同门，该当何罪？大长老，不知道我的婢女怎么引诱我残害同门的？操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给你台阶了，你不接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全是我的错，与圣子无关。你已经认罪啊！等等，我告诉过你是我的人，不用跪任何人，你忘了吗？君凌霄，大长老还是叫我圣子好，毕竟我还没有被废。你动手杀了君凌霄的那个婢女。君凌霄展露出斩我境后期的修为，然后应接下尊者境5层力的一击。君凌霄大吐3口血，受伤了，但是装的已经大地境了，怎么可能被林牧这个小小的尊者境打伤？已经感受到他师尊君无期就要来了。第一是舍命救女主，完成任务；第二就是再给他师尊君无期一个出手的理由，一箭双雕。你敢动我徒儿？就在刚刚，大长老趁着圣主不在，本以为可以敲打圣主一戏，没想这个男人竟然那么快回来。
你们在审判凌霄，我徒儿到底做了什么事？他一个小小的内门长老就敢对我徒儿，还重伤圣子。圣主，我没有想对圣子出手，我是对圣子的婢女出手，哪里知道圣子突然出来挡下这一击。圣主恕罪，我真的没有对圣子出手的心思。幸好我徒儿没事，所以我只断你一臂，你辞去长老之位，取丝过衙面必罢。圣主饶命，我真的没有对圣子出手，求圣主饶命。你就九罗，是你。铃木话还没有说完，大长老一击直接击飞，铃木口吐鲜血，说不出话来。君无期早知道这一切是大长老指使的，对铃木的话像没听到一样，叫姬兰清带已经醒来的君凌霄离开，把舞台留给他。那我等可以离开了吗？凌霄是我的弟子，也是我要立他为圣子，他便代表的是我，欺辱他就是欺辱我。至于某些胆敢挑衅他的蠢货，死了就死了，如果有不服，那就问问我手中的剑。君无期离开了，二长老也仰着头，有意无意的跟着君无期离开。大长老一系人松了口气，真的怕君无期一言不合就动手杀人。君无期欺人太甚。圣子为何要护在我身前？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婢女。我说了，你是我的人，你不背叛我，我自会护着你。蓝青永远都不会背叛圣子。你退下吧，我要疗伤了。姬兰清回洞府后心绪难平，君凌霄的我自会护着你，让他心跳加速，成为他生命中的光。他愿倾其所有，只求他陪伴更久。而君凌霄尚不知，他已将未来的女帝养成了病娇。恭喜宿主完成舍命护女主的任务。君凌霄这次没有提前接任务，看到铃木去姬兰清出手，直接吩咐小系统给安排一个任务，自己就闪身去给女主挡住铃木的攻击。干得不错，小系统。古老，把李贤和他师尊铃木的全部信息查出来给我，家里有几口人，住哪里都要查得清清楚楚。卧槽，李贤师徒俩都是孤儿，这也太惨了吧，让我都不好意思下手了。算了，别让他们死太快，折磨够了再杀吧。对哦，忘了朱广元了，他不会也是孤儿吧？很快，古老就把朱广元的资料拿回来了。朱广元的确不是孤儿，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家族，家族中还有尊者境。刚跟我闹矛盾，全族就被灭杀了，不明摆着是我或者师尊干的吗？与我正直善良、光风霁月、仁义慈悲的圣子形象不符。老九，你扮成邪修杀一个朱家的嫡系弟子，就是前几天被我打伤的朱广元的家族，然后放出消息说有邪修从朱家嫡系弟子口中得知，朱家刚得了一件宝物，每日可以凝成3滴灵液，可以加快灵药的生长。朱家现在已经培育出很多株罕见的万年灵药了。卧槽，圣子这招真的歹毒！只要放出这个消息，朱家死定了。有明智者知道这是谣言，也会去杀人夺宝，也会担心这是真事。你在易容去拍卖行卖几株罕见的万年灵药，我叫普老送给你，不要透露你是什么人。有人跟踪你，你就甩掉所有人，然后消失。我操！圣子当真心思缜密，这套流程下来，朱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遵命。还好我一直跟随圣子，这要是成为圣子的敌人，我这个智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接下来几天，君凌霄就晒晒太阳，吃着辣条，喝冰可乐，时不时用神识看看姬兰清在做什么。又看到几次姬兰清洗澡，他发现姬兰清真的特别爱洗澡。突然有弟子在外求见君凌霄，看着他的服饰，确认他是内门弟子。弟子学幽风芒劫，拜见圣子。七，你来见我，可有什么要事？弟子奉内门任务唐阳执事之命，特来为圣子送上拍卖会请柬。哦，无尽大陆3大商会之一的富安商会，最近东域可有发生有趣的事？王杰没有立马开口，在脑子里飞速思索君凌霄这话什么意思。听闻圣子最近收了一名婢女，为了婢女打伤内门弟子，还死了一名长老，那名婢女姓姬。弟子最近听闻姬家出了一个火灵体，姬家于10日后大摆宴席，邀请各族各宗赴宴。姬家火灵体吗？王杰长舒一口气，赌赢了。圣子果然是想知道姬家的事，他接了个特殊的内门任务。王杰决意赌一把，送请柬给圣子探姬家事，若成，前途光明；败了，圣子或可护他，大长老一系也未必计较，他甘愿承担风险。听闻那位火灵体是姬家旁支的一位小姐，她的兄长也是天生灵骨，两兄妹都是天才。天才吗？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真龙灭绝，那便抓蛟为奴，一人一剑，替你取下。原本9条桀骜不驯的蛟龙，在君凌霄面前却变得乖巧如猫，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。内门弟子王杰却下了一条，每一条蛟龙都有着洞天境的修为，随便打个喷嚏都能让王杰灰飞烟灭。走吧，去姬家看看是谁那么大胆夺你灵体，顺便去拍卖会，有一件火晶晶就很适合你。
是谁竟然用9轎拉车啊？每条蛟龙还都是洞天界。是哪家天才弟子来了？没听过东域有人是用9轎拉车的，难道是老一辈的强者？是玄天圣地的圣子君灵霄。玄天圣子，玄天圣地有圣子吗？是何修为？怎么没有听过？1个月前听闻圣子是斩我境前期。这玄天圣子不过100岁就斩我境了，天赋当真恐怖。欢迎凌霄圣子大驾光临，座位已经准备好了，还请圣子一步。你看好车辇，等我。遵命。圣子，这是给您专门准备的座位，小的先下去了。宿主检测到男主了，姬兰青是他的后宫之一。哦，还以为要等到附属宗门的弟子入外门才能见到，没想到参加一个拍卖会就提前见到了。长得路人脸，实在平平无奇，不知道那些女主爱他什么，等会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把男主的资料传给我。凌晨，后宫种马文男主，一个小家族的废物，爹和大家的天之娇女的母亲所生。18岁之前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得到母亲留下的戒指，戒指里有一个老爷爷，然后就开始他的装逼打脸的修炼之路。一路上美女师尊、冷艳女宗主、高傲圣女都折服在他的魅力下。又是这种套路，金手指应该是戒指里的老爷爷，他母亲也应该是哪个大势力的人吧？圣王镜。玄天圣地不说没有上千个，上百个还是有的，我吹口气都能杀死。大家安静下。本次拍卖正式开始了。第一件物品是经过富安商会的鉴定师鉴定为中阶破境丹，有5成的破境机会，就算不能成功突破境界，也会留有突破化灵境的感悟。什么鬼东西？我这种天赋需要这破丹药吗？不就是个突破化灵境的丹药吗？更高级的我家库房里都有几百粒，来点硬货吧。我出11000灵石，12000灵石，15000灵石，18000灵石，2万令士，25000灵石。原来里面是炼骨丹，可以熬炼根骨，提升资质，比破境丹的价值50倍不止。怪不得他会出手。25000灵石1次，25000灵石2次，25000灵石3次。既然没有人再叫价，那么25100。我操！26000灵石，多100好了，26100。第一次是巧合，2次都只加100灵石，看来那个黑衣人惹到玄天圣子了。等会结束后抓住这个黑衣人，献给玄天圣子，指不定能攀上玄天圣子。3万。今天这破境丹我是要定了，多出一点好了，30100。小陈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你争不过玄天圣子，惹怒了他，会惹来杀身之祸。玄天圣子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报。等你修为上来了，玄天圣子不算什么，就算玄天圣地，你也不用怕。丹老，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打败玄天圣子，可以叫板玄天圣地？当然可以，你只要好好修炼我给你的功法，一定可以的。玄天圣子，莫欺少年穷。这个叫丹老的老登好像对玄天圣地有很大的恶意，是玄天圣地的仇敌。我倒想看看怎么莫欺少年穷。只要我想，现在一念，你们2个都得魂飞魄散。你觉得那个跟我抢丹药的黑袍男子如何？那个黑袍人恶心死了，我看着他就恶心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。圣子，你的丹药。给。圣子，这破境丹。只有表面那一层是破境丹，这枚丹药其实是炼骨丹，你用正合适。蓝青多谢圣子赐丹药，一定不会辜负圣子的期待。这个恶心的黑袍人，有机会一定杀了他，给圣子出气。这是一小块火晶晶，各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只有一小块，并不完整，灵气流失了一部分，起拍价5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灵石。我操！6万灵石，7万灵石，10万灵石，在下九阳门杨轩，希望各位给我一个面子。九阳门少宗主杨轩是九阳门门主的亲儿子。这个声音出现后，1楼大厅没人敢再出价。你这个九阳门少主好大的口气，我金茂天不给你这个面子，11万灵石。然而，在拍卖行中，你收的是女姬兰青。听到那姬姓男子的声音，
眼中瞬间燃起无法掩饰的仇恨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他正是当年挖走他身骨之人。20万灵石，25万灵石。直到25万灵石时，九阳门少主没有再叫了，他的灵石要来拍最后那部功夫。这就没灵石了。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吓唬我！正好妹妹已经成功融合火灵体，这个火晶晶正好给她当贺礼。25万1000灵石。姬姓男子是拍卖会要开始那会才来的，比君凌霄来得晚。看到有人嚣张的故意如此侮辱自己，只比自己多叫价1000灵石，气不打一处来。26万灵石。26万1000灵石。圣子，不必为我故意和姬浩作对，他是姬家的人，现在又入了姬家族长弟弟的门下，跟他作对，于圣子没有好处。30万灵石。30万1000灵石。你是我的人，我自然是要为你出气的。不过我不会出手对付他们两人，我把他们留给你亲自解决，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必不让圣子失望。我乃姬家族长亲弟姬恒，一脉嫡系弟子姬浩。这枚火晶晶是要送与我妹姬月曦觉醒火灵体的贺礼，希望阁下给我这个面子，不要自污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要我给你面子？我不给你这个面子又何如？众人都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玄天圣子和姬家的嫡系弟子为了一颗火晶晶斗了起来。浩公子，对面听了姬家的名头，依然如此硬气，来历应该不浅，不要意气用事。火晶晶就不要了，只是一小块，灵气还流失了一部分，没必要继续纠缠，可以选其他物品送给月曦小姐。至于雅间里那个人，先打听清楚了是哪家的人，如果只是小宗门的弟子，再收拾他不迟。老夫姬家执事长老姬文，敢问阁下是何人？取名字真的有点水平。姬文，姬文，老匹夫，我是何人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想多来给我狗？不好意思，我看不上你。姬文也彻底怒了，不准备忍了。然而出去打听的人傻眼了，跟姬浩作对的人竟然是玄天圣子，他一刻都不敢耽误，急匆匆地返回雅间。姬文长老，那雅间的人是玄天圣地的圣子。长老，我们这得罪了玄天圣子，他会不会对我们出手？我听闻玄天圣子一向光风霁月，是个仁义慈悲之人，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记恨我们。等会拍卖会结束了，我们去给玄天圣子道个歉，这事应该算了了。不知尊驾是玄天圣子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圣子恕罪。这块火晶晶让于圣子，算是我姬家的歉意。姬家好大的威风，他姬恒都不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你姬家一个小小的执事长老竟敢口出狂言，把火晶晶让于我。我军凌霄缺这么点灵石，拍卖会之后，我军凌霄必亲自上姬家问问姬恒，他手下的人如此待我，是看不起我军凌霄和玄天圣地吗？圣子恕罪，姬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姬家也没有看不起玄天圣地的意思。姬家一向对圣地和圣子恭敬有加，圣子要打要杀姬文都毫无怨言，只是不要让圣地和姬家因为姬文生了间隙。姬文说完，直接拉着姬浩出了雅间，跪地请罪。姬文必须把这件事接过去，不然他这一脉的人全部要被姬家杀了来平息玄天圣子的怒火。蓝青，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胆敢挑衅圣子，该杀。今天不想杀人，姬浩我不动他，留给你杀。你自断一臂，退下吧。多谢圣子大恩。随后也没有人再敢继续叫价，君凌霄以30万1000灵石的价格拿下火晶晶。这姬家面对比自己弱的九阳门，就重拳出击，一遇到比自己强的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这块石头，商会的鉴定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是承受了斩我境强者全力一击，石头连表皮都没有被划开。这是一位朋友委托商会拍卖的，起拍价2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灵石。众人开始议论纷纷，但是一直没有人出价。一块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石头，虽然能承受斩我境强者一击，但是对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用。只有几个想研究这块石头的人，叫了几次价。2万1000灵石，2万1500灵石。这块石头里有很强的上古阵法，你把它拍下来，我研究一下，让你能使用这个阵法。2万5000灵石，继续羞辱他，会不会显得我这个圣子太小气了？还是正常点吧，破坏阵法，再散点特制臭臭粉，坑完他灵石。2万6000灵石，2万7000灵石，3万灵石，4万灵石，7万灵石，8万灵石，8万1次，8万2次，8万3次，恭喜这位帅哥获得石头。拍卖会结束了，先是被一群不明来历的人围追堵截，好不容易在丹老的帮助下逃脱了。随后他解开石头阵法，却引发爆炸，全身沾满臭臭粉。凌晨男主被君凌霄设下的臭臭粉搞得臭气熏天，回到宗门洗了10几遍澡都无济于事。
众人避之不及，美女师尊也不想认这位弟子。与此同时，君九霄提前抵达姬家所在的望州城外，以大地神识探查城中动向，为砸场做准备。这就是夺蓝青灵体的姬浩妹妹姬月溪，哼，明天看怎么收拾你。君明霄没有继续听了，没有打听到有用的信息，便回去休息去了。第二天就把蒲老喊了过来充当打肉，今天只想展露我境后期的境界。听说玄天圣子收了一个姬家的婢女，是姬月溪庶出的妹妹，而且圣子很宠那个婢女，看来有好戏看了。让你姬家害死我叔叔。走，我带你去报仇。圣子，你心魔作乱，修炼意图讲究的是道根清净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在下姬家族长之子姬玉，恭迎玄天圣子大驾光临。圣子能来参加月溪的觉醒宴会，是姬家和月溪的荣幸。姬玉，姬玉，这姬家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卧龙凤出取的，一个个名字都能玩谐音梗。我不是来参加那个什么月溪的觉醒宴会，他那个废物不配。在场众人也安静了下来。姬月溪的火灵体也是废物的话，他们这些人算什么？废物中的废物吗？这个玄天圣子未免太狂妄了吧！秦家公子却是面露兴奋之色，暗自为君凌霄鼓气加油，干死姬家的人。你再敢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我必挖你双眼。圣子别开玩笑了，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？父亲快点过来，出事了！场中众人都明白，圣子这是来找茬的。姬月溪银牙都快咬碎了，本来是自己风风光光的灵体觉醒宴会，现在脸都丢光了。玄天圣子大驾光临，我姬家不甚荣幸，姬恒来晚了，还请圣子不要见怪。知道自己来晚了，还不跪下谢罪？这玄天圣子未免太狂了吧！不给姬家小辈和姬玉面子也就算了，姬恒可是姬家族长的亲弟弟，还有尊者境修为。修仙界有一句话叫尊者不可辱，尊者境已经算一方强者了。无知数字，我也是你可以随意折辱的吗？哼，你这老狗也敢对圣子出手？傻呀，你才搬血剑，也敢挡在我身前，就这个老狗他也不配上我。蒲老，别下死手，留条命。现在可以跪下跟我道歉了吗？姬家众人看到自己的靠山被打成这样，吓得缩在原地，不敢出声，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。秦家公子现在爽死了，姬恒这个老狗终于遭报应了。我婢女的灵骨和火灵体好用吗？什么？7号的灵骨和姬月溪的火灵体是圣子身后男的婢女的。以前姬浩和姬月溪天赋平平，忽然一个人有了灵骨，一个人有了火灵体，八成是挖了别人的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火灵体是我自己的。我操，圣王剑！凌霄贤侄，你来我姬家做客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伯父我呢？这几个不懂礼数的人，招待不周，实在失礼。我是个孤儿，除了师尊再无其他亲人。我伯父已经死了100多年。可恶，真当我姬家是好欺负的吗？圣子，这个人我打不过。知道了。玄天圣子为何无故扰我族天骄的宴会，还打伤我弟弟姬恒？今天圣子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和姬族都绝不会罢休。真是烦，打了小的来老的，打了老的又来更老的，你们姬族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玄天圣子，我给你机会，你不珍惜就不要怪老夫了。玄天圣子，你的护道者已经被我打伤了，已经没有人可以庇护了，干老夫跪地求饶，老夫可以考虑放过你。姬家族长，有病就去治，别一天做梦。好好好，玄天圣子，我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姬家族长好大的威风，我玄天圣地的人也敢动。众人也看清了来人，玄天圣地的2长老，圣王后期的强者，难怪玄天圣子这么嚣张。只要不是东域几个大势力的老祖出手，谁都不惧。
所在的宗门也是东域霸主。就在刚刚，东域姬家强者进出，连跟你交手的机会都不配。君凌霄，你就这会能得意一下？我家老祖已经苏醒，马上就来了。姬家老祖其实早到了，观察四周无更强者后，权衡利弊。太软弱会被笑话，太强硬又惹不起君无期，最后等了许久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现身。圣子贤侄，你来姬家做客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伯父？伯父也好派人迎接你。君凌霄一时间找不到话回，实在是伯父这个词已经见了2次了，难道还要说一遍自己是孤儿吗？在场众人也无语了，这姬家人怎么喜欢给人当长辈？你姬家族长说你来了就要我跪地求饶，你觉得呢？可恶，我都给台阶下了，竟然不接！好小子，有机会一定要杀了你！贤侄，你看这是不是误会？你怎么做族长的？还不快给贤侄解释！姬直整个人都呆住了，他找来老祖是给自己找面子的，不是给君凌霄找面子的。我是孤儿，伯父已经死了100多年了，姬家老祖还是不要乱认，要做别人长辈的好。好家伙，我在场你也敢这么说？你仗着有圣地庇护就可以不尊重前辈吗？你这个族长怎么当的？我姬族和玄天圣地的交情都要被你毁了，还不跪下认错？请老祖恕罪。姬家老祖这是什么操作？不应该和圣子大打出手了吗？姬家族长说老祖来了，要圣子跪下求饶，他都还没有跪，你先跪了。是跟我恕罪吗？还不跟圣子道歉？既然姬家族长都道歉了，我也不是个咄咄逼人的人，那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吧。那就开始办我这次来的正事吧。今天我来是为我的婢女讨公道的，报阿古裸体之仇。秦家公子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，众人早有猜测，但是不确定哪里会有人为了一个婢女就要来姬家闹事。姬家老祖不知情，但认得姬月熙，他是姬家新天才，有火灵体，本要送大周帝国老皇叔，却与君凌霄有过节。老祖权衡后，决定保他，毕竟大周帝国那个老皇叔才是姬家立足的根本。圣子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月熙是我族天骄，要送往大周帝国的。大周帝国送去干嘛？不过一个火灵体而已，不会送去给人做炉鼎吧？你姬家还真是不讲究。姬家老祖被说中心事，面上一滞，随后又装作若无其事。众人都看到他的表情，知道玄天圣子随口说的话8成是真的。这姬家一直刷新下线，根本不知道下线在哪里。圣子，姬兰清也是姬家的人，一家人的事就让他们父母自己处理，可好？不好，我今天只为我的婢女讨公道而来，她是我的人，我自是不会让任何人欺辱她，辱她便是辱我，这仇非报不可。君凌霄一个闪现，出现在姬月熙父母面前，就是一巴掌，一边勾着。圣子，这是在逼我姬家，真当我姬家没有脾气吗？希望圣子不要为了一个婢女自误。那我今天想试试姬家的脾气。那我就让圣子看看姬家的脾气。你这个圣王巅峰不是我的对手，只要你带你家圣子退出，不再找姬家的麻烦，我放你们走。我只是替我家圣主给各位带一句话，希望各位告知自己家的族人和宗门。我将家圣主的原话叙述，我只说一遍，各位记好了。我徒儿九霄如今出世，同辈争锋，他若技不如人，被人杀死，我君无期无话可说。可若是谁家老东西仗着多修炼几年就倚老卖老，不知轻重的出手，我君无期必携天元剑登门拜访。众人听到这句话，年轻一辈只觉得君无期霸气，老一辈人则全都心里发怵。老一辈人是见过君无期的厉害的，一人一剑杀到东域老一辈的天才们胆寒。我家圣主还说了，不怕他也行，玄天圣地还埋着不少老祖，他打不过，就只有请圣地老祖醒一醒了。那圣子想如何为自己婢女讨回公道？兰青，你想如何处置他们？杀！兰青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，你不能杀我，你这是不孝。我从出生就没有父亲，我也不喜欢认野爹。君凌霄，你敢？姬家众天骄一起上，把他活剐了。我今天不想杀人，姬家年轻一辈自退后者，可活。姬月熙一家人管我什么事？一人往后退，所有人都开始往后退。姬家老祖被气得快吐血了。一群贪生怕死的废物，姬家要你们有何用？放心，我不杀你们，你们的命等着我的婢女亲自来取。听到姬兰青亲自来取他的性命，姬月熙露出不屑。姬兰青失去了灵骨和火灵体，彻底成为了一个废物，修炼都困难，还想取他性命，
做什么春秋大梦？玄天圣主口谕，压得姬家老祖不敢动弹。正当他们以为你放了他们，不过我会先帮我的婢女收点利息。儿女的债，父母帮着还了吧。这一道灵气进入你们体内，每日会有2个时辰的万蚁蚀骨之痛，药石无效，不能根治，也不能缓解。圣子，你把给我的痛苦给我的孩子吧，让他替我承受。好一个父慈子孝，可惜了，这火灵体已经和你融为一体了，强行取出来，你也要死。我说了，你的命要留给姬兰青亲自来取，要不直接杀了。此话一出，又让姬月溪和姬家老祖心情沉入谷底。这火灵体你还想要吗？不想，太脏了。那就暂且留在他身上吧。众人也心里忍不住吐槽，这玄天圣子把人搞得一会上一会下，太折磨人了。不过你配不上这身血。别紧张，我想说今天这事就到这里，姬家的仇我的婢女会亲自来报，你们继续吃好喝好，我就先走了。君凌霄走后，姬家老祖才彻底放下心来，姬月溪也保住了。至于姬凌天几人，随便怎样，反正是没用的废物。等月溪伤好之后，直接送到中宇大周帝国老皇叔府邸。我治不了君凌霄，大周帝国姬家还治不了。很快，东域已经彻底震动了。当天的发生的事已经传遍了。玄天圣子一人压得姬家服软，一剑就打得姬家年轻一辈胆怯，不敢上前。玄天圣主霸气的话也被传出去，老一辈都觉得年轻人的事，他们这些老一辈就没有必要掺和了。事情能流传这么快，还得靠秦川，就是在姬家现场那个秦家公子。宿主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宿主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我也要像你一样霸气侧漏。你就只配侧漏。很快就到附属宗门弟子入外门的日子。入外门分2部分，先是附属宗门弟子切磋决出前10，前10个挑战玄天圣地内门弟子，挑战成功入内门。君凌霄纠结是否带姬兰青，因不想他见男主。要是兰青对臭气熏天的凌晨产生好感，那就来杀凌晨。想明白后，叫上姬兰青去主持入外门。这就是一个人打着姬家抬不起头的玄天圣子君凌霄嘛，看着是个谦谦君子啊。我是羡慕玄天圣子的婢女，圣子为了他冲冠一怒，一人就打去姬家，给他报仇，实在太让人羡慕。要是有人对我这么好，我死也无憾了。你看看你什么样子，你配吗？圣子的婢女可是东域第一美女，也只有这样的美人才值得圣子冲冠一怒。压轴登场。是什么这么臭？是凌晨来了，大家快躲开！这人是谁？为何这么丑？回禀圣子，是九阳门的弟子，还是妙音仙子的弟子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臭气熏天，我们众人也是深受其害。虽然我被修士不拘小节，但是九阳门还是要注重一下弟子的卫生，不要影响他人了。是，我会提醒他的。妙音仙子，你这个弟子真是不拘小节。我闻着这个味，感觉灵力运转都停滞了。圣子，凌晨那等臭不可闻的人再出现在这里，实在影响其他人。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比试，我建议驱逐凌晨。如果九阳门弟子被驱逐出这次玄天圣地附属宗门入外门的大比，九阳门其他弟子以后就不用在圣地立足了。圣子就因为凌晨身上散发恶臭就驱逐他，这不合规矩。希望圣子能给凌晨一个机会。今日比试结束后，我一定叫凌晨驱除身上的臭味，不再影响他人。好了，妙音仙子不用着急，按照圣地规矩，凌晨并没有违规，圣地不会驱逐他。马长老，凌晨作为年轻人，洒脱不羁也可以理解。妙音仙子已经承诺，回去就让凌晨把他身上的味洗干净了。我们还是要多给年轻人机会。是妙音心里想，如果凌晨身上还有臭味，一定不让他出动府了，实在丢脸，自己还要帮他赔罪。现在都有点后悔收凌晨这个弟子。系统，你这里没有男主的剧情吗？我看小说那些系统都有完整剧情的。宿主，本来我是有剧情的，可是因为主系统突然切断联系，我这里出现了很多故障，导致很多资料丢失了。那你把男主资料再拿出来给我看一看。宿主，我新增了男主修炼的功法哦，我这几天修复了一些故障，可以看到男女主的主修功法了。是火诀，那有红莲业火的姬兰青怎么可能是男主的后宫？两人应该是仇敌才对。难不成姬兰青是个重度恋爱脑，把自己的红莲业火主动献给凌晨？刚刚玄天圣地开启附属宗门入门比试，这时已经轮到凌晨上台比试了。和凌晨对战的是一名幻音谷的女弟子。啊，好臭！这味道太冲了！快结束这比试，我受不了这臭味了。
凌晨起初被幻音谷女弟子压得手忙脚乱，10几息后反击开始并压制女弟子。看你还嚣张！我认输，实在太臭了，受不了了，快让我下去！看到幻音谷女弟子投降后，众人对凌晨指指点点。这还是头一回见被挫的认输的呢。等我修为上来了，定要杀光幻音谷的人，让那女弟子生不如死。你赢了，快下去，下一场要开始了。遇到凌晨别废话，直接出杀招，打不过就认输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妙音仙子，你这弟子身上的臭味还有如此妙用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施妙音闭眼不语，不屑回答。啊哈哈，各位，不管什么计谋，能赢就好。不过这种胜之不武的事，以后还是别出现了。很快，凌晨靠着身上的臭味进入前10名，但也引得众人纷纷唾弃。这凌晨也不过是靠臭味取胜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凌晨这卑鄙小人，好下三滥手段进前10，我们不屑与之为伍。凌晨这小子一路顺风，肯定得挑那个最强的内门弟子，然后被打得落花流水，真是期待。蓝青，你觉得这凌晨如何？恶心，身上味道恶心，人更恶心。如果我要你杀了他呢？那就杀。哈哈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永远会记住圣子说过的话。很快，台下的与内门弟子比试开始，杨轩与内门弟子对战。我操！连张健怎么可能打得过结印的内门弟子？还请师兄请教。你是打不过我的，换一个对手，你还有机会。我定要迎难而上。老师，等会如果我不敌，还请你出手帮我。好，到时候我会出手。等会丹老要出手的时候，我就压制住他。凌晨到时候的表情一定很惊。你快出手吧，我们速战速决。看招！就这，老师，快出手啊！内门弟子受不了臭味，一掌将凌晨拍下擂台。这臭味实在受不了。内门弟子胜出。我还以为妙音仙子的高徒有什么底牌，结果一击就倒。其他宗门的人也是用戏谑的眼神看着妙音仙子。妙音仙子继续装哑巴，他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至于躺在地上的凌晨没人管，丹老刚才被那股气势压制住了，现在还在害怕，不敢露头。今天比赛结束了，傍晚时分，凌晨躺在洞府中，缓缓睁眼。凌晨想起下午的比试，一口血喷出，眼神坚定。今日之辱，凌晨来日必报。丹老为什么不帮我，让我丢这么大的人？今天有高手在，压制了我，我出不来，不是不出手帮你。师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你在身上臭味没有消除之前，就别出洞府了。师尊肯定是因为怕我出去被人嫌弃，才叫我不要出去的。师尊对我真的太好了。到底是谁出手？我越想越害怕。这段时间还是待在戒指里不出来。今天看到凌晨的乐子，心情真是不错。不知道有没有气得吐血，他身上的臭味明天应该就没了。圣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加油修炼。3天后秘境我再叫你。3天后秘境试炼的最大奖励是升级草，李贤这个独臂大仙必定会去，这样就有机会撮合他成为凌晨的后宫，还要加上现场直播。3天后就在刚刚，秘境开启，众人聚集在秘境入口处。说是秘境，其实不过是属于玄天圣地的一处残破的小世界，等级太低了，玄天圣地就拿来当做外门弟子的历练之地了。附属宗门的弟子入外门也可以进一次，就当是福利了。这次也会有玄天圣地的外门弟子进入秘境，所以还是有不少人。等进入秘境，一定要杀了凌晨。你这次进秘境主要是历练，去杀妖兽，不必去争夺秘境最重要的资源。你的资源都有我给你准备好。蓝青知道了。听说玄天圣子的婢女这次也会跟我们一同去秘境，那岂不是可以一睹东域第一美人的样子了？
等会就应该一睹东域第一美女芳容了吧？真是期待。林残你不凑了。林晨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：现在自己不臭了，这些人总没有理由再远离自己了吧？可是事与愿违，我都不臭了，离我更远了。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凌晨来日必把他们踩在脚下。妙音仙子和你的弟子真是好手段啊，在下佩服。妙音仙子闭口不语，心中对林晨有意见。你这刚比试完，臭味就没了，谁不怀疑？秘境门刚一打开，众人就陆陆续续走进秘境。姬兰青告别君临霄，也准备离开。这颗珠子里有我全力一击，遇到危险时用。多谢圣子。君临霄坐在观影台主位上，心里担心着姬兰青。秘境等级太低，我神识进去可能承受不住，最多只能附着一抹没有灵力的小神识跟着他进去。宿主，你是不是无聊了？你无聊了就告诉我。把姬兰青的直播打开。宿主，观看男女主直播1分钟需要10积分。那你把姬兰青的直播打开吧。好的，宿主。你又掉链子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女主的直播就是打不开，男主的直播可以正常打开，你要看吗？就先直播凌晨的画面给我试用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宿主，超清1分钟要100积分呢，我特意给宿主开的。你哪里来的积分？不会是贪污我的吧？我没有贪污过你的积分，是我悄悄私底下操作的。暗箱操作这种事，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区别。系统能私底下操作1次，就能操作无数次，以后都可以免费看男女主直播了。这排骨身材真没兴趣。宿主，为什么男主的下面那一根比你的小这么多？你给我关了。宿主，这不怪我啊，主系统突然切断联系，导致我乱码了，出现太多故障，很多资料都丢失了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，这凌晨在觉醒体质。宿主，男主是纯阳神体。君临霄正思考着纯阳神体的特点，林晨和丹老的对话却传了出来。老师，我这是什么体质？我感觉我下腹好像有一团火，身体充满精力，怎么都使不完的感觉。你这是觉醒了很厉害的体质，纯阳神体。难道是传说中的仙子堕落体？以后我可以左拥右抱了。你这个体质会引来某些心思不正的女修，他们会抓你做炉鼎，你要小心隐藏。老师，你有办法帮我隐藏吗？我传给你的是火诀，刚好可以隐藏纯阳神体。你天生就该修炼是火诀，我们遇到是上天注定的。老师，这个纯阳神体除了吸引女修，还有什么用处？纯阳神体天生就是战斗神体，对战起来精力无限，越战越勇，越级战斗是家常便饭，是很强的体质。我一定要把君临霄踩在脚下，那些看不起我、嘲笑我的人，也全部被我踩在脚下。小陈，快穿上衣服，赶去秘境核心拿那一株生机草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凌晨有这体质，坤爸也大得过分了。李贤的菊花还要遭罪了。李贤这次为了拿到生机草，专门将秀薇押到炼脏境巅峰进了秘境。可惜的是朱广元没能一起进来，不然这次他们俩都会遭老罪了。朱广元这次不进秘境，完全是因为君临霄。君临霄的那条毒计，让朱广元的家族直接被灭了。只有他的堂弟逃到了玄天圣地，才勉强活了下来。朱广元带着自己堂弟，现在连乾元峰都不敢出，怕出去就被人嘎了。林晨根据丹老的指引，找到一株火系灵药，准备摘食。丹老提醒：小陈，有人来了。这株灵药是我的。好美，这位仙子，我乃。有杀气，小陈，他想杀你，快躲开！就在刚刚，姬兰青偷袭不成，不再伪装，出手便是杀招。红莲业火是红莲业火，小陈杀了他，吞噬他的火。你的是火诀，可以进化成仙王级功法。老师，有没有不杀他就吞噬红莲业火的办法？不能，他和红莲业火融为一体了，必须杀了他才能吞噬红莲业火。等你修为上来了，什么美女没有？天下美女都是你的，只有强者才能拥有美女。难道你又想像以前那样，让别人笑话你是废材吗？玄天圣地里，人人都嫌弃你的样子，你忘了吗？如果你是仙王境强者，他们还敢嫌弃你吗？我不要，我要成为强者。老师，怎么办？武器快承受不住那火了，我的身体不能应接那火。我现在是灵魂体，
红莲业火对我克制太大了，不敢出手。凌晨只能收起武器，一边躲避姬兰青的攻击，一边想办法。如果是我在姬兰青的位置，3招就能把凌晨重伤。这位仙子，灵药给你，我们停战可好？凌晨见状，直接逃了起来。姬兰青紧追不舍，是要杀他。起初凌晨还能淡定，想着怎么调戏一下，现在对姬兰青恨得咬牙切齿，丹老也无计可施，心里还觉得凌晨真是废物。红衣境界竟然打不过姬兰青。姬兰青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这玄天圣子的兵，你为什么追杀凌晨？肯定是凌晨的错，他心思歹毒，肯定用了下三滥手段，偷了姬仙子的灵药。走，我们去帮姬仙子。凌晨看着身后乌泱泱的一群人，心里震惊，但脚步不敢停下。他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追杀自己，只能继续逃跑。君凌霄也是没想到有这一幕。凌晨果然是男主，这被人追杀的阵仗都这么大。宿主，这凌晨怎么这么招人恨？秘境里一半的人都在追杀他，我看他也没干什么事啊。你要知道，男主就是这样，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追杀。你要习惯，他以后被人追杀的日子还多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老师，你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我的灵力快耗尽了，再跑下去只能是一个死了。那我耗费灵魂力施展遁术，帮你甩开这些人。后面你低调点，别招惹是非。老师，我知道的，你快施展遁术吧，我快支撑不下去了。这个老东西有遁术，不知道早点施展，非要这么多人追杀我才施展出来，就是想让我求他，感激他是吧？还想让我帮他重塑肉身，还想要生机草，我呸！看到时候我修为上来了，怎么拿捏你？在外界使用遁术，根本不用消耗丹老的灵魂之力，但是这方秘境不能承受超过炼藏境的力量，不然秘境会崩塌。所以丹老只能以炼藏境的灵魂之力施展遁术，以炼藏境使用这般高深的法术，自然会消耗灵魂之力。快走吧，这遁术只能维持一会儿。多谢老师。这次让这个凌晨人渣跑了，出去就没有机会再杀他了。玄天圣地有规矩，不能自相残杀，这次真是便宜他了。小禅，秘境开启的时间不多了，赶快去秘境核心取生机草，去晚了可能已经被人拿走了。我知道了，老师。老师，我可以出手将这人和狼妖都杀死吗？不行，我刚才帮你逃跑的时候消耗了太多的灵魂力，这次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李贤也发现了凌晨，停止了和狼妖的斗争，三人互相警惕地看着，谁都没有率先动手。凌晨觉得不能这样僵持下去，眼神朝李贤示意。李贤懂了凌晨的意思，两人先联手杀掉狼妖，再各凭本事争夺生机草，一起出手。好。就在凌晨将要一剑把狼妖杀死的时候，李贤突然偷袭凌晨。凌晨像是早就知道李贤会偷袭他，不慌不忙的闪身躲。我早就知道你会偷袭，真是一个卑鄙小人。什么卑鄙不卑鄙？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不信你不会偷袭我。生机草珍贵，你我都不可能放弃。既然我偷袭失败，那就战吧，谁胜了就可以得到生机草。那就来吧。就在刚刚，为了争夺秘境宝物，李贤和凌晨大打出手。李贤本来是道虚境，为了进入秘境压制修为到炼藏巅峰，但有战结阴的实力，只可惜他断了一臂，实力要打折扣。凌晨是男主，又有纯阳神体，可以越级战斗，所以两人打得旗鼓相当。这两人打得这么激烈，全力运转灵力，这情丝绕的香气怕是要让他们遭老罪了。情丝绕是一种能激发人情欲的花，一旦吸入情丝绕开花时散发的香气，立马就会失去理智，必须要交合发泄出来才可以恢复理智。灵力运转越快，情丝绕发作的时间越快，也需要更多的交合才能恢复理智。小陈，这香味不对劲，快出去！我知道，但这生机草我不能放过。凌晨快速奔向生机草，李贤发现凌晨的举动，立马闪身阻止他。我们先摘了生机草，再出去决出胜负。这里的香味不对劲。说什么屁话？你想独吞吗？随着香气越来越浓，两人逐渐受到影响。李贤竟然觉得凌晨眉清目秀，
凌晨也陷入情欲中，两人狠辣的招式变得情意绵绵，最后抱在一起。面的众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震惊。五行宗长老更是大笑，出言讥讽妙音仙子。妙音仙子这高徒真是与常人不同，竟然打着打着和敌人抱在一起，这又是什么新招数吗？美难记。这孽徒，等他出来，我一定要把他逐出师门。君凌霄注意到躺在地上的狼妖，竟然趁凌晨两人在搂抱时，偷偷摘下生机草，已经吃了下去。凌晨和李贤完全被欲望控制了，两人开始脱衣服了，很快都脱光了。就看到凌晨把独臂的李贤制服，成功上位了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狼妖因为吃了生机草，情丝绕的影响瞬间传遍全身，失去理智，对凌晨出手。凌晨发出一声惨叫，众人感受到他的剧痛。君凌霄觉得太辣眼睛，就关了刘影石的投影。这三人都跟日了这一样，有点奇怪。是情丝绕，那里有一株情丝绕刚好开花了。众人算是明白了，原来如此。妙音仙子算是找回来一点颜面，脸色才好起来一点。这次秘境核心里有情丝绕，是我玄天圣地的失误，到时候我会叫人送上一些资源给这两位弟子压压惊。狼妖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凌晨，你这个混蛋！很快试炼结束，秘境关闭，所有人都被传送出来。君凌霄在人群中寻找姬兰青，看到他后，用神识检查一遍，确认他没有受伤，才放心。兰青，你没事就好。圣子，我回来了。你为什么想杀他？因为圣子想杀他。傻瓜，你不用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你战斗技巧还是太差了，明日我带你去特训一下，你回去准备吧。姬兰青离开后，君凌霄沉默良久，他想清楚了，自己好像对姬兰青有不一样的情愫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看到姬兰青刻苦修炼的时候，还是姬兰青不顾危险挡在自己身前，还是在日常的相处中，我把我自己赔进去了？老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当时怎么不救我？我当时也吸入了情丝绕，虽然我是不会失去理智，被情欲控制，但是一身灵魂力也没办法使用，只能被困在戒指里。丹老说谎了，他没有被困在戒指里，他是看到玄天圣地的刘影石了，知道外面在看着，他不敢出来帮助凌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凌晨成为夹心饼。丹老偷偷看了一眼凌晨的臀部，然后打了一个哆嗦。他这个弟子心性还真的挺顽强的，要是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自己绝对不可能这么淡定。而且丹老猜测，妙音仙子那一群宗门长老肯定也看到了凌晨成为夹心饼那一幕。丹老不敢告诉凌晨，怕他知道了会崩溃。至少现在凌晨认为只有一人一兽知道这事，他还能承受得住。要是他知道了还有其他人围观，不知道凌晨会不会崩溃。最主要的是还有他喜欢的妙音仙子。李贤倒没有凌晨那么惨，人的小鸡还是承受的，他甚至都没有擦药。不过他也想杀了凌晨，甚至君凌霄已经从他第一恨的人变成了第二。凌晨，我李贤不杀你誓不为人。李贤师兄，我奉命给你送丹药。什么丹药？我不知道，只是说给你今天在秘境里的补偿。李贤听到秘境两个字，脸色一下沉了下来。送丹药的弟子被吓着了，放下丹药就走了。送丹药的弟子走了很久之后，李贤还站在原地。补偿？什么补偿？秘境里给补偿只有那件事。李贤立刻去问负责这次秘境开启的执事，执事一脸怪异的看着他，还时不时往他屁股看。李贤懂了，他没有脸面和勇气再继续面对执事，以最快的速度回自己洞府。君凌霄特意吩咐给妙音仙子送去补偿，让妙音仙子给凌晨。妙音仙子拿到补偿，发现全是为凌晨准备的丹药。玄天圣子挺用心的，果然如外界传言那般是个光风霁月的君子。我还是亲自去玄天圣地见凌晨，可别再来九阳门的驻地了。凌晨，你出来一下。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进来坐。不了，我是给你送这次玄天圣地对你在秘境受到伤害的补偿，你拿着吧。妙音仙子看凌晨接了丹药，立马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凌晨接过丹药不明所以，给自己的补偿。凌晨想了半天，突然邪魅一笑，师尊对自己真是好，明明是他自己关心我，给我送丹药，还要用补偿做借口，自己在秘境又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谁会补偿自己？老师，妙音仙子对我太好了。你为什么这样觉得？妙音仙子特意给我送丹药，又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，还说是玄天圣地对我的补偿。我在秘境哪里受到了伤害？玄天圣地怎么会补偿我？凌晨以为在秘境核心的两人一狼的战斗，除了他们，没人知道。丹老看着这样的凌晨，实在没有忍心把他成夹心饼那一幕，应该被很多人看到说出来，只能干笑。我先回戒指里去了。凌晨，把你的宝物交出来。杨师兄，
我没有宝物，你听谁说我有宝物的？凌晨，你少跟我装，把你在秘境中得到的重宝交出来，不然我不保证你在玄天圣地里能活下去。杨师兄，我在秘境没有获得宝物，你从哪里听说我得到宝物的？凌晨现在彻底冷静下来了，不是知道他的戒指是宝物就好了。凌晨的戒指是他母亲留给他的，丹老说是一件重宝，虽然凌晨没看出来有什么作用，但是丹老的话他信。凌晨，你今天确定不交出宝物吗？我杨轩想得到的东西，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考虑清楚，为了一件宝物得罪我杨轩值不值得？杨师兄，我在秘境没有获得宝物，就算我有获得宝物，那也是我凌晨的东西，不是你杨轩的。好，凌晨你给我等着。那凌晨就等着杨师兄。那就走着瞧，我看你还能继续得意多久。那杨师兄就走着瞧，看我到底能得意多久。希望杨师兄能活到那时候。凌晨是男主，怎么忍别人的挑衅？当即是要喊话的。杨轩这种炮灰，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如果这是在九阳门，杨轩肯定直接对凌晨出手了。在玄天圣地违反规矩出手，杨轩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杨轩最后只能甩袖离开，回到洞府，第一时间就找来他的狗腿子们，商量怎么弄死凌晨。凌晨也在想怎么弄死杨轩，还有就是到底是谁传出来的。他在秘境里面获得了宝物。君凌霄的洞府内，君凌霄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看着凌晨的直播，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王姐，你上来，我有事交给你办。拜见圣子。不必多礼，以后见我可以随便点。谢圣子。你去外门传一个消息，说凌晨身上怀有重宝，可以改善人的资质，把废柴变成天才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是你传的消息。定不让圣子失望。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姬兰青就在君凌霄洞府外等着君凌霄了。系统看到姬兰青在洞府外等着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选择叫醒君凌霄。宿主，姬兰青已经在你洞府外等着你了。什么？君凌霄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，只穿着亵裤就打开禁制，把姬兰青拉进来。姬兰青被君凌霄拉着走，顺势倒在君凌霄怀里，脸紧紧贴在君凌霄赤裸的胸膛上，一只手也抱住了君凌霄的腰。两个人都发现姿势不对，然后迅速分开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想早点来等圣子。以后不用这样，你还没有到结阴境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听圣子的。我的天问剑也是由剑胚化形而来，你滴血在剑胚上，它就会认主了，它会按你心意变换成你想要的模样。圣子，我可以叫它青霄剑吗？这是你的剑，叫什么都由你决定。那它就叫青霄剑了。圣子，你说带我去特训，去哪里特训啊？先不着急，我传授一套剑法，等你练会了，我再带你去特训。这套烈火焚天剑法是君凌霄专门在系统商场找了很久才找到的，很是适合姬兰青修炼的9天焚诀，又可以遮掩姬兰青身上的红莲业火，一举多得。你现在领悟多少了？蓝青愚钝，只领悟了前3式，后面2式还没有领悟，只能等回去慢慢领悟。圣子放心，我回去一定好好领悟，争取尽快全部领悟。姬兰青脸上有害怕，觉得自己天赋实在太差了，怕圣子会嫌弃自己。君凌霄震惊，这姬兰青天赋真的吓人，这烈火焚天剑法乃仙王级功法，自己第一遍也只领悟了4式半，姬兰青竟然可以领悟3式，天赋当真恐怖如斯。看着还在自卑，觉得自己天赋差的姬兰青，忍不住出言安慰：你已经很厉害了，不用着急领悟后面的，先把前3式练好。圣子，真的吗？我的天赋不算差，你不会不要我？你是我的婢女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瞎想什么？那圣子帮我看看。那圣子帮我看看。你很棒。圣子，我领悟了火系剑意。姬兰青天赋很高，又身怀3大天火之一的红莲业火，一下子就领悟火系剑意。一股火系剑意在姬兰青周围萦绕，火莲业火又燃起来了。这次姬兰青能控制住红莲业火，没有再被烧掉衣服了。君九霄暗叹福利没了，眼神里流露出可惜。你先自己练着，有不懂的再来问我，我先回洞府了。好的，圣子，我会好好练习的。至于特训的事，先不告诉他，还是自己明天醒了再带姬兰青去，免得他一大早就来自己洞府前等着了。现在自己最重要的是回洞府里补觉，早起是很累的。姬兰青看君九霄没有再提特训的事，以为君九霄不满意自己剑法领悟的进度，不带自己去特训，于是更加刻苦的修炼剑法，争取早日达到君九霄的要求，然后让君九霄带他去特训。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丹老，
你发现洞府周围多了很多人吗？是的，小陈，看来你得小心点。正好妙音仙子送来了丹药，凌晨正好可以利用这些丹药突破到结阴境。随着凌晨闭关不见客，要突破结阴，凌晨有重宝的消息算是得到证实了。据九阳门弟子说，凌晨3个月才突破炼脏期，如果没有重宝，他怎么又要突破结阴呢？现在所有附属宗门的弟子都知道，凌晨有把废物变成天才的重宝。凌晨有重宝这件事，1天内就传遍玄天圣地了。一些内门弟子都想出手抢夺凌晨手中的宝物。我叫你在外门传出凌晨有宝物的消息，不是要你传的整个玄天圣地都知道。少宗主，是我办事不力，还少宗主恕罪。滚，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几名弟子抹了一把汗，立马滚了出去。其实并不是那个弟子传的消息，背后的推手是王杰。不过就算有人查，只会查到几个弟子和杨轩身上。王杰自然是深得老六精髓，暗地里搞事，然后深藏功与名。凌晨有重宝，你们不去抢，难道要让给别人吗？对凌晨不利的事，李贤自然也是插了一脚的。他自己杀不了凌晨，报不了报局之仇，他就撺掇别人。那个喊话让凌晨献上宝物的内门弟子就是李贤撺掇的，甚至内门都知道凌晨怀有重宝的事，也有他大力宣扬的功劳。王杰准备把这件事完完整整的过程回禀给君临霄，办好了就行，下去吧。第二天，君九霄睡到自然醒，收拾好才去找姬兰青。圣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很快就能把烈火焚天剑法全部领悟了。这个事不急，我今天是来带你去特训的，你忘了吗？真的吗？今天就带我去？真的，跟我走吧。君临霄还是让姬兰青上了他的飞行法器，他竟然忘了给姬兰青飞行法器，好像姬兰青也没有学过法术，自己是第一次带走，什么都不懂。看来回去得问问王杰，他们需要学哪些法术，然后给姬兰青准备好。君临霄准备带姬兰青去巨龙山脉外围历练，这里都是些炼脏和结阴期的妖兽，给姬兰青练手正合适。巨龙山脉据说是地下埋了一条巨龙，君临霄用神识扫过，只是一条仙王境的蛟龙而已。等会姬兰青历练的时候，自己下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，正好给姬兰青添一件宝物。接下来10几天，姬兰青的妖兽，稍微弱一点的结阴中期的妖兽也能斩杀。就算面对结阴后期的妖兽，姬兰青也可以全身而退。君临霄越看姬兰青越满意，自己养的崽就是厉害，自己回去该给他准备礼物，庆祝他历练成功。刚用神识查看了一遍，没什么危险，应该最多1炷香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回来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姬兰青应该不会蠢。仙王境蛟龙的埋伏之地，真是晦气，废物一个，怎么被人打成这样，死了一点用也没有。你一个斩我境的小子，怎么可以抓住我的神魂？还真是有缘，不过是孽缘。我也算为你报仇了，这龙金刚报仇的话，还是我吃亏了，剩下的账我找蛟龙毒药吧。君临霄还在美滋滋地想着给姬兰青做鞭子，忽然他感受到自己留在姬兰青神识中的那一丝神识异动，意识到姬兰青有危险，直接快速向姬兰青方向而去。好美的一个小娘子，比沈清音那妞还美。你是谁？这么美的小娘子，跟我回去伺候我保证你欲仙欲死。我是玄天圣子的婢女，你敢动我就是得罪玄天圣子，你想过后果吗？哈哈，你不用站我了。玄天圣子那个婢女貌丑无颜，你要找人下注我，也要找一个能让我相信的人。我是合欢宗的少宗主，跟了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总比你辛辛苦苦自己找机缘好得多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今天不管你愿不愿，都得从了本少主。本来你识趣一点，本少主还能对你怜惜几分。既然你这么不识趣，那本少主自然不会对你怜香惜玉。我只有一次机会，必须把握住。姬兰青紧闭双唇，紧张的全身绷直。他只有一次机会，他必须把握住。合欢宗少主一步一步走近，目光全部聚焦在姬兰青脸上，淫邪的目光不断在姬兰青脸上打量，还污言秽语赞叹着姬兰青的美貌。姬兰青觉得时机到了，几乎不朝合欢宗，自己就快速向后退。没想到你这个小皮娘还有这等法技，要不是我父亲赐我的保命法宝，还真的被你这个小皮娘偷袭得手了。我还没能等到圣子回来，我只能是圣子的。你的天赋不错，可惜实力太弱，识趣一点，我可以让你少受点罪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希望姬兰青还没有出事。君临霄心里焦急，祈祷姬兰青还没有出事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姬兰青身边，看到他正与合欢宗少宗主对峙。
你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立马动手得到你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现在越高傲，等会求我时候才会越下贱。我可真期待，我是玄天圣旨，乖乖就擒吧。就凭你也配跟圣子相提并论？他来了，你只配跪地求饶。你现在还可以嘴硬，等会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你是不是开始身体发热，心里有渴望？刚才回击你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情丝打进你身体。情丝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？你使劲运转的力法，灵力运转的越快，药效会发挥的越快。我真是期待你这样冰冷的仙子，求着让我上你的时候是什么模样。姬兰青试图运转灵力毁掉自己的心脉自杀，但失败了。他惊恐地看着合欢宗少主，已经绝望了。他的意识模糊了，内心和身体都在渴望着男人。你这身段和模样比沈清一那贱人都要好很多，机会一定比他好不少。能享用你这样的美人，这辈子不算白活。找死！君凌霄没有废话，直接一掌把男子肉身拍碎，然后禁锢住男子的神魂。圣子，你来了！蓝青，蓝青，你醒醒！姬兰青渴望地寻找什么，双手在君凌霄身上抚摸，想把君凌霄衣服扯掉，嘴不停地向君凌霄脸上凑，想亲君凌霄。君凌霄这才发现姬兰青好像中了传染，只能先镇压了你，让你动弹不得。君凌霄立马对男子的神魂进行搜魂，发现的确是情丝。他皱起眉头，情丝这个春药很是麻烦，它主要是激起人的欲望。怎么忘了姬兰青有红莲业火？君凌霄先是在周围设下结界，屏蔽了系统，然后唤醒姬兰青体内的红莲业火。姬兰青恢复了一些理智，开始用红莲业火驱除情丝的影响。我是愿意给圣子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是愿意把身子给圣子。回去。宿主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杀了凌晨。宿主，姬兰青不是凌晨的女主，凌晨的正宫不是她。那姬兰青命里有没有男主？没有的，她以后会成为红莲女帝，一生断情绝爱，踏着尸山血海，登临地位，没有男主的。君凌霄收起了大地领域，玄天圣地的老祖就能动了。他们发现好像不是找他们麻烦了。那位强者可能是路过，只能是这样了。宿主刚刚把全部修好了，这些是姬兰青的资料。那如果当初我不去救兰青，他怎么逃过那个王什么的毒手？是一个长老正好路过，救了姬兰青一命。姬兰青后来还给那个长老回报，帮他进阶到圣王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他一次机会，看他能不能扛得住。既然姬兰青和凌晨没有关系，那我就不着急杀你。现在该好好收拾一下系统这个不靠谱的废物。你怎么把姬兰青错误判断成凌晨的女主了？宿主，这不怪我的，都是主系统突然切断联系，才导致我出了错的。你当初可是信誓旦旦说你不出错，女主就是姬兰青，你让我相信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信任的。君凌霄见系统已经被打击的差不多了，开始给他一颗甜枣。好了，以前的事我也不计较了，你还是有不错的地方。宿主，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错？你够听话，我吩咐你办的事都能办好，我们一起努力赚积分，做大做强，到时候我分积分给你，让你去论坛发红包装逼。宿主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，让宿主满意。这样就好，一个积极工作的系统，比一个消极抵抗的系统有用多了。要不直接杀了，可是杀了凌晨的话，凌晨肯定会罢工，还是先留下凌晨的一条狗命。把男主凌晨的资料全部调出来我看。好的，宿主。慢着，柳如烟，凌晨的正宫竟然是如烟大帝，这凌晨会不会被戴绿帽子？君凌霄继续查看凌晨的资料，发现幻音谷的老祖唐婉柔也是凌晨的后宫之一，感到恶寒。这男主凌晨真的是恶了，别人是喜欢人妻少妇，他是喜欢人妻老祖，我得帮助一下凌晨，免得他做多了伤身体，没有精力好好修炼。宿主，凌晨都不是姬兰青的男主了，你怎么还要杀他啊？不杀他，奖励他。君凌霄割掉了凌晨的腰子，还用灵力给他弄了一个假腰子。系统无奈地看着这一切，我真是一个好人，又是做好人好事的一天。君凌霄在帮凌晨做完手术后，继续查看凌晨的资料，发现凌晨的身份背景与姬兰青的剧本存在冲突。
这凌晨看来真是天生跟我不对付。凌晨那神秘的妈，竟然是大周帝国姬家的长公主，现任帝王的亲妹妹。凌晨手上戴着的戒指是大周帝国第一代帝王佩戴过的戒指，此戒名为天命戒，指姬家第一代帝王得天命所归，北正帝位。这个戒指是帝境强者用过的法器，算半个地气版。天命戒功能的确强大，因为里面有姬家那位帝境强者一生对空间法则的领悟，所以姬家血脉献祭精血可以暂时获得空间瞬移能力。这可是个逃跑利器。凌晨这个男主一直装逼，惹了很多修为比他高的人，全靠这个天命戒才多次死里逃生。因为天命戒有空间法则，丹老也才能寄居在里面，灵魂不消散。不对劲，不能光用系统的功能屏蔽它，得进入自己的大地。季兰青的剧本里是季兰青杀光姬家的人，凌晨的剧本里是他打回姬家，让母亲当上姬家女人。这两个剧本冲突了，如果两个剧本都没有错，那么凌晨和季兰青必定对手。凌晨的结局是跟他后宫们愉快的生活在一起了，季兰青的结局是取代姬家称帝。季兰青取代姬家，杀了凌晨的母亲，凌晨怎么可能不出现阻止？可是两个人的剧本里都没有彼此，两个人毫不相干，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，凌晨出现本人。这不就是杀猪盘 P2P 割韭菜的套路吗？先把你养肥，再杀掉。这些系统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啊！如果我不是大地境，可能也会被割韭菜。我必须弄清楚主系统在哪里，幕后之人在哪里，把他们连根拔起，自己才能安全。先留着这个系统，杀了这个他，可能还会有下一个系统再来找我。自己这完全是帮助凌晨做好人好事，毕竟男主有了困难才能成功。君凌霄想明白系统的事情后，没有在凌晨的洞府里走之前还把凌晨的腰子捏得粉碎。一个地牢里还关着不少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，合欢宗这个宗门荤素不忌，男人采捕男人也是很常见的。凌霄直接把合欢宗宗主抓出来，甩在地上，然后把合欢宗少主的魂魄放出来，确认身份，一掌把这两父子全部拍死，魂飞魄散。第二天，合欢宗被一夜之间灭门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无数人在猜测合欢宗到底怎么被灭。被君无期赶走的君凌霄回到了自己的洞府，他惊讶地发现季兰青的东西已经出现在这里，自己才离开这么一会儿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东西搬了过来。他这么喜欢自己吗？不会是个病娇吧？但想起季兰青的资料，君九霄觉得他应该不会是病娇，这么高的女帝大人怎么可能是病娇呢？你的伤好了吗？有剩，有你留下的疗伤药，已经好了。君九霄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聊些什么，而季兰青的目光却炙热地看着他，心里暗道：圣子看起来很好吃，不过太过正人君子了。今天我中了媚药，他都不主动，还想着用其他办法解毒，看来还是要自己主动才行。季兰青的行动力很强，瞬间就占据了主导。他一边吻着君九霄，一边迅速解开他的衣服。气抖擞，我竟然被季兰青逆推了！作为男人，我可不能忍。进入圣人时间的君九霄，终于想明白了系统剧情里为什么没有男人能承受季兰青的红莲业火。除了他，谁能在红莲业火中安然无恙？这红莲业火不但没有伤害他，反而给他带来了别样的刺激。他还真是我的福星。按照系统剧本，季兰青成就地位后也会被幕后之人杀死。他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棋子，我必杀这幕后之人。虽然不知道幕后之人在哪里，但君九霄已经决定利用这些系统所谓的男女主，将幕后之人引出来。他决定不再针对除了凌晨之外的气运之子。至于凌晨，君九霄心中充满了厌恶。凌晨觊觎季兰青的红莲业火，君九霄决定将他当作备胎，用来引出幕后之人。君九霄把这些想明白了，便决定去找系统。他还要忽悠一下系统，帮他找其他男女主。系统，你在干嘛？系统，你在吗？宿主，我在的。你怎么了？遇到麻烦了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想办法解决。君凌霄深知，只要适当给员工一点关怀，他就会对你感恩戴德。至于解决麻烦，能想到办法就解决，不能想到办法，只要不影响到自己，就让系统独自承受吧。毕竟他也需要得到锻炼。宿主，我们做的那些任务，女主都不对，该怎么办啊？我的小翠翅等不到我回去了。就这么点小事就哭？你都暗箱操作了这么多次，再暗箱操作一下不就行了？这事不怪你，都怪主系统。要不你带我找他，我帮你讨公道。真的不怪我吗？不怪你，你带我去找主系统，我帮你解释。主系统肯定不会怪你。我找不到主系统了。君凌霄今天只是突发奇想，想再试一次，看他到底有没有办法。看来系统这个废物是真的被抛弃了。你联系不到主系统，主系统肯定也不知道你把女主搞错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可是万一联系上了，他就知道了怎么办？你联系上主系统，就是你们两个的死期，还用管任务怎么样？等你能联系上主系统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帮你跟他解释，他不会怪你。谢谢你宿主，我能联系上主系统，就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你对系统真好。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男女主吗？宿主，有的。你能找到他们吗？不是我任务的男女主，只有他们在我附近，我才能感应到。女主应该就是那些什么仙子、圣女、皇女之类的，男主不好搞啊。
男主在没有发迹之前，大部分都是废物。这个世界废物这么多，我怎么知道哪个会是男主？宿主，找我什么事？宿主，现在已经知道任务女主是柳如烟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找她做任务啊？不去。可是不在女主身边，我们怎么做任务？系统啊，我给你讲个逻辑，你要不要听？要听。柳如烟是女主对吧？对。我们的任务是柳如烟，柳如烟是女主，所以我们的任务对象就是女主，对不对？对。姬兰青也是女主对吧？对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对象就是姬兰青了，对吧？对。宿主，我们的任务对象怎么变成姬兰青了？我刚刚不是给你把逻辑理清楚了，你怎么还没明白？宿主，我没有明白，我们的任务对象明明是柳如烟，怎么变成姬兰青了？我们的任务对象是柳如烟，柳如烟是女主，那我们的任务对象就是女主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姬兰青也是女主，对吧？对。柳如烟等于女主，姬兰青也等于女主，女主等于女主，那么柳如烟就等于姬兰青，所以我们的任务对象是姬兰青，没问题吧？好像没问题，可是我的系统程序写的任务对象还是柳如烟。那你把任务对象改成姬兰青不就行了？可以吗？可以。系统被君临霄的逻辑绕晕了，却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。君临霄趁系统在暗箱操作的时候，又有了一个想法，他决定等系统出来后，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再利用一下。宿主，我们的任务对象已经变成姬兰青了。系统啊，我们做任务速度好慢啊！你说等你回去的时候，小翠会不会已经……君临霄故意只说一半，给系统留下无限的遐想。系统立马着急起来。宿主，我已经私底下暗箱操作了很多，最快只能这样了。你没有办法再快，但是你能让别人慢下来，别人慢下来就不显得你快了。这就是所谓的与其提升自己，不如拉垮他人。系统明白了，君九霄是要自己上他的贼船，反正自己已经做了很多违规的事，再多点也没什么。凌晨在洞府中醒来，感觉失去了重要的东西，检查后发现自己突破到结阴境，但丹老没有回应。老师，你还在吗？不会是死了吧？小陈，老师，你没事太好了。刚才我醒了叫你，你没答应，我可急坏了。我没事，我们两个怎会突然晕倒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醒来发现自己突破到结阴了。凌晨说到突破时，语气中满是雀跃，丹老则上下打量着他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小陈，你滴一滴精血在戒指上。不对劲啊，怎么没有反应？不应该啊。老师，这戒指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可能是精血不够，继续滴。丹老固执地让凌晨不断滴精血，直到滴了9滴，凌晨已有些虚弱，面色略显苍白。精血乃是修仙者的本命精血，损失过多，轻则虚弱，重则修为倒退。凌晨靠着纯阳神体，这才只是虚弱，换做他人，恐怕早已晕倒。难道凌晨不是姬家血脉？小陈，再滴一滴。老师，这还滴吗？我都已经滴了9滴了，我头都有点晕了，感觉刚突破的境界都不稳了。滴，反正都滴了9滴了。小陈，你再试一次，相信我，这次肯定可以。而且只是一滴精血而已，你有纯阳神体，对你影响不大。滴的是我的精血，你当然可以这样说。凌晨咬咬牙，又滴了一滴精血。这次精血刚滴上去，戒指瞬间发光，将凌晨和丹老带进了一片扭曲的空间。小陈，你可知道你这是什么戒指？老师，这戒指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难不成还是什么宝物？这是天命戒，乃是大周帝国姬家第1代帝王戴过的戒指，里面还有那位帝王对空间法则的领悟，需姬家血脉才能开启。老师，我是姬家血脉，可是为什么要我这么多精血？我现在还有点头晕。天命戒需要姬家血脉的精血开启，每次使用也需姬家血脉的精血，可能是你境界太低了，所以才要这么多精血。等你境界上来了，就不需要这么多了。老师，这个天命戒有什么作用？天命戒只要用姬家血脉的精血，就可以空间瞬移，是逃跑的利器。如果你天赋够高，还能领悟姬家那位强者悟道的空间法则。凌晨听到这里，神色满是向往，可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纯阳神体也难以抵挡失去10滴精血的冲击，刚突破的修为也摇摇欲坠。小陈，你放心，我会为你炼制凝血丹，帮你补回精血。老师，谢谢你。你是我的弟子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我们先出去，你去收集一下凝血丹的灵药，我先替你炼制几颗。丹老可不想下次凌晨再因精血使用过多而境界不稳，
自己还得消耗灵魂力帮忙稳固。不过他高兴得太早，凌晨这个男主日后肯定还会惹出诸多事端，需要他消耗灵魂力救命。很快在姬兰青突破到结阴后，君凌霄将他和王杰召集到面前，宣布他们成为核心弟子的消息。王杰听到后立马跪下，眼神中满是忠诚与感激。弟子王杰誓死效忠君凌霄。玄天圣地每一个主峰核心弟子名额有限，只有10个。君凌霄在的玄天峰就他一个人，还是圣子，不占核心名额。现在10个名额全部空着。给姬兰青名额的时候，也没有忘了王杰。君凌霄从来不亏待自己人，道家讲究念头通达，兰青也需要通念头。姬兰青进入结阴期后，君凌霄就准备出去找其他男女主了。他信奉道家的思想，道家讲究个念头通达，姬兰青也需要通念头。现在他没有能力灭了姬家全部人，但也该杀几个姬家的人，让自己收点利息，这样可以出口气，以后修炼也能快一些。王杰，你去把一个叫张峰的弟子和外门叫莫桑的长老找来，我不想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君凌霄想起救姬兰青时那个献药的弟子张峰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有自己当时传授的剑法感悟，这时应该进到外门了。外门还有一个叫莫桑的长老，在原剧情里救过姬兰青，这件事也一起办了。遵命，圣子。哦，张峰拜见圣子。起来吧。附属宗门九阳门这一次进入外门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凌晨的，我要你去跟他结交，做他的生死兄弟，是真的生死兄弟。你只需待在凌晨，好好做他的兄弟即可，不要主动找我，我有需要会来找你。弟子保证完成圣子的任务。你做完任务，进阶到结阴期后，可入玄天峰。圣子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莫桑长老拒绝了圣子的邀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不强求。君凌霄看过莫桑的资料，他只是一个没什么权力的长老，在外门主要是得过且过，不想加入玄天峰这个漩涡中心也正常。君凌霄解决完所有事之后，就在想哪里遇到男女主的几率大一些。这瞌睡来了，就有人送枕头。南域炼丹师联盟送来南域丹会的邀请函。南域丹会是南域最盛大的盛会，每100年一次，每一次都会广发帖子。这种盛会，君凌霄用屁股想都知道男女主铁定会参加。君凌霄也准备带着姬兰青去看看，还可以给兰青买一粒定年丹，她应该会喜欢，算是对她勤奋修炼的奖励。这次南域丹会应该会5域的人齐聚。无尽大陆被分为5域，东西南北中。东域是玄天圣地一家独大，然后是2宗4家。西域只有2大圣地，瑶池圣地和瑶光圣地。听说很久以前这2大圣地是一家，这2大势力比较霸道，所以西域除了这2大圣地，就没有其他厉害的势力。南域则是炼丹师联盟的地盘，炼丹师联盟实力不强，却没人愿意招惹。北域比较混乱，一半是妖兽的地盘，一半是人类地盘。中域是实力最强的，中域有4大帝国。君凌霄的老熟人大周帝国姬家，实力是4大帝国最弱的。3日时间一晃而过，君凌霄还是一身玄衣，白发半束，面容上挂着和煦的微笑。姬兰青眉眼清冷，站在那里就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，也只有看向君凌霄的时候才会露出温柔。姬兰青与君凌霄在一起宛如一对璧人。一连7天，君凌霄和姬兰青都在努力探讨生命真谛。这样下去，君凌霄腰子受不了。兰青，不要再沉迷于这些事了，好好修炼。圣子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修炼的。难道圣子又换口味了，不喜欢这些姿势了？那我只能再找一些新书，学学新姿势了。自己一定要多学一些姿势，全部都要和圣子试试。不过我修为的确低了一点，圣子好像每次都没有尽兴。圣子，前面有人在被追杀。不管，直接走。姬家，今天我秦川活了下来，必定见你们姬家一人杀一人。那你也得先活下来。秦川和几个同族准备去南域丹会看看，没想到遇到了姬家人。秦川几人看打不过姬家的人，不想和姬家人发生冲突，准备偷偷溜了。姬家人带着一位洞天境的长老随行，已经注意到秦川一行人，看他们没有长老跟随，就起了猫斗老鼠的心思。几个人先是打伤着秦川几人，又故意放他们走，在后面追杀他们，也不着急杀，在后面紧紧跟着。秦川几人已经不想逃了，准备跟姬家人拼命，看不能带走一个，能带走一个就不亏。这时候胡老出手，姬家人只剩一个最弱的，在结阴后期，这是君凌霄专门留给姬兰青练手的。君凌霄本来没准备多管闲事，君凌霄正想收拾姬家，这就往枪口上撞，直接叫头老把姬家人除了留一个姬兰青练手，其他全部杀了。秦川几人都懵了，刚刚还在逗他们玩的姬家人，瞬间就只剩了一个最弱的。多谢玄天圣子相救，我是秦家的秦川，这几位是我的族弟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原来是东域姬家，我还以为是中域大周皇族姬家呢。你想活吗？想活。
有信心击败他吗？有。打败他，我就可以不杀你。姬家弟子看着姬兰青，眼神中带着轻视，觉得自己肯定能赢，只是太天真了。君凌霄说自己不杀他，不代表胡老也不杀他，所以他不管能不能打败姬兰青，都只有死这一条路。姬兰青不给他反应的时间，他早就被君凌霄教育过，不要对敌人仁慈，趁他病就赶紧要他命。姬兰青右手持剑，左手单手结印施展法术，立马形成一场火雨朝着姬家弟子。姬家弟子的法器是一把长尺，长尺上刻着符文。姬家弟子把灵力灌入长尺中，长尺符文闪动亮起耀眼的光芒，然后在他身边形成一圈无形的屏障。火雨遇到屏障就被堵。姬兰青此时也看出来火雨术已经奈何不了姬家那个弟子，持剑迎上长尺。姬兰青虽然资质不凡，又身怀红莲业火，但是因为修为比姬家那个弟子低，战斗技巧也不如姬家那个弟子，慢慢已经落入下风。君凌霄默默看着这一切，有自己在姬兰青不会出事。君凌霄故意叫王杰缓慢驾车去往南域，就为了一路上舒适。本来有跨域传送大阵可以做，君凌霄想出来溜溜，好好看看这个修仙界的样子。他差不多快宅了100年，期间没出过几次门，一直在修炼。出了门当然得好好到处溜溜。王兄，前面那10几个人是姬家的人，圣子可要动手？朝着姬家人撞去。王杰听到君凌霄的吩咐，丝毫不犹豫，直接赶着蛟龙就朝姬家人撞去。王杰现在已经开始朝着老六的方向进化，快要成为君凌霄的脑残粉了。川哥，这玄天圣子真是霸气！我刚刚看到姬家那些人的表情就很爽。玄天圣子当然霸气，姬家这群欺软怕硬的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姬家众人一直陪笑，等到君凌霄的身影彻底消失了，姬家人才敢露出愤恨的表情。非洲已经坏了，他们10几个人又没有其他的飞行法器，只能自己靠双腿使用灵力飞行赶路了。姬家这一行人也带了洞天境的长老，是为了小辈打不过，让老一辈找回面子，这是姬家一贯的作风，打了小的来老的。姬家长老看到有人撞他们的非洲，刚想出来发怒装个逼，就看到9头修为比他还高的蛟龙，吓得双腿发软。多谢圣子衣物上的庇护，让我们免受诸多麻烦。到了丹城，秦川就代表他们这一行人来跟君凌霄道谢，他们跟在君凌霄后面，沾了君凌霄的光，无人敢找麻烦。君凌霄不在乎这件事，不代表他们一行人没有成君凌霄的情。秦家人的态度让他舒心，觉得秦家人的确会做人。想着这秦川不错，是一个可用之人，把他记在了心上。君凌霄想着时间还早，想着带着姬兰青出去逛逛，王杰懂事的留在院子里，不去打扰2个人的2人世界。宿主遇到其他男主了。在台上比试炼丹，长得最帅的那个人就是其他男主了。那你把他的资料调出来给我看吧。你又怎么掉链子了？宿主，我没有这个男主的资料。你怎么没有他的资料？不是把 bug 修好了吗？又坏了，要不要我再给你一拳？宿主，你再给我一拳也没有用，他不是我的任务对象，我肯定没有他的资料，再怎么暗箱操作也没资料啊。那你当初怎么有姬兰青资料的？姬兰青那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他的资料，好像他的资料就是在我的资料库里，很奇怪耶。每一个系统都只能查看自己任务对象的资料吗？宿主，是这样的。君凌霄觉得自己被一张大网网住了，系统不应该知道姬兰青的资料，像是有人专门为自己送来姬兰青的资料，是敌还是友？君凌霄知道的太少了，实在想不通。为什么圣子会怎么注意那人？不会是男狐狸精勾引我的圣子吧？可是看圣子平常的样子，应该是不喜欢男人的。姬兰青看着台上那个剑眉星目的小白脸，心里暗自下定决心要防着他接近圣子。至于那个驼背的，姬兰青相信君凌霄品味不会那么差。青儿，你觉得谁会获胜？那个驼背男子吧。不如我们来打个赌，你赌这个驼背男子，那我便赌那个黄袍男子。输了的人今晚要听您的人的话，如何？不打赌，我晚上也听圣子的话。那就不打赌了。不过我很好奇，青儿为什么猜驼背男子会赢？我看那个黄袍男子不像好人。那就是黄袍男子赢了。结果正如君凌霄所料，是黄袍男子赢了，找了新的男主。君凌霄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通，也不想多在外面停留，在新男主身上留下一抹神识，方便自己找到他，就带着姬兰青离开了。回去待着更好，君凌霄就只属于我一个人。老九，你去查查今天那个黄袍男子的底细，事无巨细，我全部要知道。宗门故意让自己发现这些漏洞，发现自己是韭菜。看来这场割韭菜的游戏大概率是第三方出现了，不知道是韭菜觉醒还是第三方想获利。系统，你在吗？宿主，我在的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因为我可以感受他们的气运值，男女主的气运值会比普通人高出一大截。你看，这是任务男主凌晨的气运值，这是我们刚刚遇到那个新男主的气运值。我马上给宿主你测运气值。我操！宿主，你竟然有那么高的气运值，你怎么不是男主啊？君凌霄气运值的长条一直在疯狂在涨，后面越涨越快，测试气运值的屏幕直接炸了，系统该愣住，君凌霄也愣住了。就在刚刚，君凌霄测试气运值，没想到发力过猛，给系统干报废，而童子对我的膜拜进一步加深。而君凌霄化身破爱大师，打算以系统为突破点，抓出背后的无情大手。宿主，你的气运值太高了，把测试仪撑爆了。这系统会不会是你的仪器出了错？我也不确定。宿主，果然是你的问题。我就说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出现大地境的人？你看你的气运值高的都把测试仪撑爆了，你不对劲。幕后之人肯定是图男女主身上那点气运，不然总不能图他们的一夜7次吧？如果是图气运，那这样看来自己就是最大的韭菜。肯定没问题，不信宿主你看凌晨的气运值，每次测试都没问题。那就是我的问题了。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系统？到了一定距离，系统可以相互感应。有没有办法不让别的系统发现你，但是你还可以感应到它？那需要宿主你帮我了。宿主你用你大地的神识笼罩住我，其他系统就发现不了我。好，以后我都用大地神识笼罩住你。你遇到其他系统第一时间跟我说。系统，如果我用大地神识帮你压制住其他系统，你能把他关于男女主的资料偷过来吗？如果我把其他的系统捏碎了，你能把他们的任务抢过来，全部给你做吗？宿主，没有人这样试过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下一次就找一个系统试试，先是能不能偷资料，再是杀了他后，你能不能抢了他的任务？宿主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你说如果系统全部都死了，是不是世界上就你一个系统了？只有你一个系统，主系统的位置就是你的了，到时候无人敢惹你，你是世间唯一一个系统了。到时候所有人还不得求着你，舔着你，怕到时候我都叫你一声大哥了，那你系统可得好好关照我。宿主，你要怎么做我都听你的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找其他系统干掉他们。不急，慢慢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都听宿主的。君凌霄也发现这个问题了，以前自己还需要用点心忽悠系统，现在好像随便画一个饼就行了。难道系统 bug 修复智商更低了？君凌霄也没有深究，反正自己的目的达成就行。圣子，苏宁的生平都已经查出来了。苏宁就是新男主的名字。君凌霄看到这个名字，还在想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弟交易狗。君凌霄看完苏宁的资料，这个人跟前世小说那些男主的设定根本不搭边，应该只有孤儿这个搭点边了。苏宁从小在南域一个小的宗门长大，小宗门也就几十个人那种，但是宗门内一片和谐，没有斗争，其他人更是对苏宁这个小师弟宠爱非常。苏宁也不是废材，天赋算是中等，这样的人怎么看都没有男主的样子。圣子，要不要我把他们都做掉？不用，这件事你不需要插手。老九对君九霄的话言听计从，只能一脸遗憾地离开了。君九霄看着苏宁那些资料，完全看不出来什么，看来还是得搞出来系统的资料。系统真是一个废物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还是要靠自己。宿主，你怎么不对苏宁动手啊？我要对苏宁动什么手？像凌晨那样啊，对他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你觉得我脑袋有问题吗？宿主，你的脑袋不仅没问题，还很好用呢。那不就得了？我脑子没问题的话，针对苏宁干嘛？又没有好处。系统听了君九霄的解释也懂了，心里想，看来宿主还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好人。宿主会那么对那个凌晨，肯定是他自己活该。君九霄盘算着利用这个新男主苏宁来证实自己的某些猜想，又想到这个世界肯定还有炮灰被其他系统绑定，自己要先找出来，把这些人和系统全部掌控在自己手里。君九霄研究了系统，发现这些系统很奇怪，像是蓝星上那些电脑程序，给他们提供能量的东西也很奇怪，不是灵力，是一种自己没有见过的特殊能量。蓝星电脑程序，妈的，这个幕后之人不是老乡吧？这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刀。还有这个天道到底跑哪里去了？你的男女主都被人收割了，都不出来管管吗？既然陷入泥潭了，那就躺平好好享受生活，麻烦找上门来了，那就只能把给制造麻烦的人全部杀掉，实在没办法那就鱼死网破，直接把这片大陆打碎，谁都别想好。张峰得到君凌霄的命令后，并没有着急去跟凌晨认识，他在默默了解凌晨的一切。磨刀不费砍柴工，这个凌晨有病吧？圣地的人都知道你身怀重宝，不少人觊觎你的宝物，你还出去给别人送菜，脑子有坑吗？张峰没办法，也只能接了一个跟凌晨去一个地方的任务，想着这也许是一次跟凌晨成为朋友的机会，看自己能不能救凌晨一次，救命之恩应该能和凌晨成为朋友。如果救不了，那就是凌晨自己作死了，怪不得旁人，自己尽力了，圣子也应该不会怪自己。张峰想多了，凌晨根本不知道他身怀重宝被圣地的人知道了。现在玄天圣地里没人愿意跟凌晨说话交流，就算凌晨修为突破进入内门，所有人还是都躲着他，他实在太臭名远扬了，没有人愿意跟他接触，
导致凌晨并不知道他被很多人觊觎。李贤在知道凌晨接了外出任务的第一时间，就立马出了圣地，准备劫杀凌晨了。凌晨出门不久就遇到劫杀，对方要求他交出宝物，凌晨毫不犹豫地将对方杀死。这些人怎么知道我有天命界的事？小陈，你等会先不要着急杀人，问清楚这些人到底是找你要什么宝物。你要我交出什么宝物？看来你真的有宝物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很好，你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你到底在哪里听说我有宝物的？是什么宝物？全部说出来，不然我立马杀了你。我说了，你可以放过我吗？可以。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传出来的，据说你有2件重宝，一件把你从废材变成天才，另一件是你在秘境里抢的姬仙子的宝物，还被姬仙子追杀了，秘境中很多人都看到了。老师，你说这是谁在害我？我怎么知道那个疯女人怎么一看见我就想杀人？秘境里那些人也是有病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追杀我。丹老也是只能沉默，他觉得凌晨不会还有什么隐藏的霉运体质吧？这也太倒霉了。老师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放弃任务回圣地，还是继续？继续。那里有一烛一火，你必须要吞噬它才能提高自己的资质。你不是想打败玄天圣子君凌霄吗？你不是想成为强者吗？那么这烛一火你就必须去吞噬了。丹老也是有私心的，凌晨吞噬一火会将吸收不了的一火能量排出体外，他刚好可以吸收这些能量恢复灵魂力。他最近连续出手了2次，还被君凌霄伤了1次，灵魂力受损严重。就算躲在天命界的特殊空间里不怎么消耗灵魂力，但是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底牌不是？丹老并没有完全相信凌晨，而且凌晨有过搅屎的先例，丹老实在不放心把自己完全交给凌晨，他必须要有自保之力。还有就是丹老也觉得这个凌晨脑子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他自己坑死，所以自己要有退路。老师，可是这后面的路肯定还会有人劫杀我，1个2个我还可以对付，多了我也会精疲力竭，万一再来了修为比我高很多的怎么办？我用灵魂力帮你改变相貌和气息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就应该没有人知道你是凌晨了。老师，谢谢你。丹老使用灵魂力帮凌晨遮掩后，果然没有人再劫杀凌晨了。凌晨半路还遇到张峰在和一只妖兽打斗，他藏在一旁观察着，并没有想上去帮忙，这是张峰故意设计的，他早就算好了凌晨的路线，凌晨必经过这里。张峰故意和妖兽在这里打斗，他调查过凌晨，以凌晨的性格肯定会藏在一旁看有没有漏可以捡。果然如他算计那般，凌晨来了，也藏在一旁。张峰知道自己修为没有凌晨高，肯定不能凌晨一出现就发现他。张峰故意接了妖兽一击，朝着凌晨的方向退去，凌晨自然也就暴露出来。凌晨修为比张峰和妖兽都高，他没有逃，直接出手斩杀了妖兽。哦，多谢道友救命之恩，这是我在妖兽那里获得的灵草，送给道友，还望道友不要嫌弃。还未请教道友姓名，我乃玄天圣地外门弟子张峰，道友以后有需要可去玄天圣地找我，我一定会回报道友的救命之恩。我叫陈林，只是一个散修，无门无派，刚才出手救你是举手之劳，你的灵草就算是报答了，后会有期。凌晨说完就急忙走，丹老已经在催他了。丹老已经感受到一伙的气息了，张峰也没有继续追上去跟凌晨套近乎，今天这样已经很好了。他迅速把凌晨在这里的消息传出去，然后慢悠悠到了另一处。凌晨有60%的可能从这里逃走，只要凌晨逃到这里，他就可以救下凌晨。要是凌晨从其他地方逃走，那他就自求多福吧。凌晨在丹老的指引下，很快来到了任务标注的极阴草生长地，只有一个结阴后期的男狼妖守护。老师，你说这里有太极阳火，我怎么没看到？
没来之前我只有5分把握，现在看了这里的环境，已经确定这里肯定有太极阳火。这里的环境根本不适合极阴草生长，那只有一个可能阳极生阴，这太极阳火就藏在极阴草下面，不用找，你全力运转灵力，把你的纯阳神体展示出来就行。纯阳神体和这太极阳火会相互吸引。小陈，太极阳火出现了，你继续运转灵力，等它靠近你身体，你再使用是火诀吞噬它。太极阳火靠近凌晨身体的一瞬间，凌晨就命令是火诀，将太极阳火吞噬了。凌晨整个人都燃烧起来，丹老也怕太极阳火灼烧自己的灵魂，撤掉包裹在凌晨身上的灵魂力，整个灵魂退到天命界里面。丹老的灵魂力离开了，凌晨就显露出本来的面貌。一直藏在洞里的李贤也认出来凌晨了，专门买了隐匿符，不过他没有着急现身。他准备在关键时候给凌晨致命一击，但是他偷摸的把极阴草摘了下来吃掉了，心里的打算是就算这次杀不死凌晨，也要让他完不成任务。丹老刚进洞就看到极阴草，又发现周围的环境燥热，明白这里肯定有太极阳火，心里一激动就忘了仔细看周围有没有人了。老师，有没有办法帮帮我？我快坚持不住了。我早就想到了，这极阴草刚好可以帮你减缓太极阳火对身体的灼烧，你快把极阴草服下。小陈，极阴草被那个人吃了。凌晨，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老师，我快不行了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小陈，那人应该是刚把极阴草吃下去，还没有完全炼化。我传你一步采补功法，再用灵魂力帮你按住那人，你去采补他，还能采补到极阴草一部分药效，可以帮你化解太极阳火的灼烧。老师，我不想采补男人，我凌晨就算被太极阳火烧死，也绝对不会采补男人。凌晨，你也有今天，哈哈。小陈，活着才能变成强者，你这次活下来，我就告诉你关于你母亲的事，而且你采补完就把这个人杀了，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。老师，我……小陈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只是采补男人而已。你闭上眼，把她当女人就行了。老师，你动手吧。丹老看凌晨答应了，丝毫没有犹豫，直接用灵魂力按住李贤，甚至还把李贤翻了个面，方便凌晨采补。小陈，快！凌晨也不管3七21，直接朝李贤扑去。李贤发现自己不能动了，还被翻了个面，脸朝下，凌晨还朝他走过来，这让他想到某些不好的回忆。凌晨，你这个畜生！凌晨紧闭双眼，只能把李贤想象成妙音仙子和他以前遇到过的那个仙子。他心里才好受一点。小陈，我要回天命界里休养一下，接下来你自己小心。凌晨，我要杀了你！凌晨看打不过李贤，想请丹老帮忙。丹老在吸收能量恢复自己的灵魂力，自然没有发现凌晨在叫他。凌晨没办法，只能先跑。逃跑这事，凌晨是专业的，主要是他被人追杀太多次了，有经验了。动静闹得很大，其他人也发现了凌晨，慢慢的，越来越多人加入追杀凌晨的大军。不过，这些人人心不齐，都害怕别人杀了凌晨独吞了宝物，因为这样凌晨才能勉强左右逃窜，没有被抓住。凌晨道友，快跟我来！你之前救过我一命，还记得吗？我不会害你的，他们要追上来了，你快跟我来吧。凌晨被张峰带到一个阵法前，一瞬间张峰和凌晨都不见了。这是随机传送阵，不知道会传送到哪里。其他人听了是随机传送阵，只能悻悻离开。凌晨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报2次爆菊之仇。就在刚刚，凌晨被下套遭众人追杀，途中被早已等待多时的张峰所救。他们会不会跟着传送过来？不会，这是随机传送阵，每次传送的地方都不一样。凌晨听到其他人再也不能追上来了，彻底放心下来，整个人也没有这么紧张了，突然又警惕了起来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你那个人？道友，你穿的是你当时救我时的那套黑色夜行衣，你被人追杀，后面还有人叫你凌晨，你又跟我说你叫纯林，我就猜到是你了。凌晨兄，我这次救你是为了还你的救命之恩，既然你也逃出来了，那我便先离开了。哎，朋友。小陈，你还是小心为上，不可轻信他人。老师，你刚才在干嘛？我叫你，你没有回应我。我被人追杀，不是那个张峰救我，我差点就死了。小陈，
我帮你压制礼贤消耗太多灵魂力了，那个时候再恢复灵魂力，因此没有听到你的求救。凌晨姑且信了，不信没办法，自己又没有出事，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。不过凌晨现在越来越不信任丹老了，丹老也发现了凌晨开始不信他，也开始防着凌晨了。另一边，君凌霄带着姬兰清出拍卖会，就看到秦川正与人争论，秦川面露难色，似乎处于下风。齐皇子，这就是我给你说的玄天圣地的圣子君凌霄，就是那个把月溪小姐血液抽干，害得月溪小姐每月都要承受活灵体反噬之苦的人。久闻玄天圣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呵呵，七皇子也是卧龙凤雏。姬姬觉得君凌霄在夸自己，觉得君凌霄没有东玉姬家人说的那样傲慢无礼，释然的笑了起来。秦川，你要跟我一起吗？多谢圣子了，秦川愿意。这次带队来的是周帝的亲弟弟玉清芒。玉清芒是圣王初期的修为，主修大周帝国的九转天龙经。今天遇到了姬姬，是周帝的第七子，修炼天赋不高，并不受宠。不过大周皇太子是他异母同胞的亲哥哥，而且听说那姬姬喜好美色，还特别喜欢抢别人的女人。君凌霄知道秦川这句话是提醒自己，君凌霄受了秦川这番好意，他心里已经盘算着单会结束后如何清算这些姬家人。外面传来一阵喧闹，君凌霄朝喧闹处看去，一个白衣似雪、姿容如玉、神韵脱俗的女子进到拍卖会大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。宿主，这就是柳如烟。君凌霄也打量起这瑶池圣女柳如烟，碧玺白衣出尘不染，傲视而立，看着不像脑子有问题的人，搞不懂怎么看上了凌晨。随着拍卖会开始，瑶池圣女引起的喧嚣也平静了。主持人是一个老头子，直接叫人把第一件拍卖的丹药端上来。这枚明星丹是由我丹盟6品炼丹师齐大师炼制的，品质已经达到了完美品质。明星丹的功效我就不多说，起拍价2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0灵石。恭喜谢家拍下明星丹。这3个盒子里面各装有1枚定颜丹，具有青春永驻的功能，每枚20万灵石起拍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灵石。30万灵石，35万灵石，35万灵石1次，35万灵石2次，35万灵石3次。恭喜唐公主拍下第1枚定颜丹。这位公主名唤李长熙，是唐皇最宠爱的公主，修炼天赋不高，所以才需要这枚定颜丹。不过她哥哥李承前天资绝伦，是中域8公子之一，唐皇多次直言李承前像他。中域8公子这种称号不就是炮灰吗？这种有背景、天赋、名声的人，不正好就是主角装逼打脸的工具人吗？秦川跟君凌霄聊天这会，第2枚定颜丹被天剑盟的人以55万灵石拍走了，现在只剩下1枚定颜丹了。这枚定颜丹我出40万灵石，我姬姬要把这枚定颜丹拍下来送给瑶池圣女，还望各位给我一个面子。41万灵石。那位公主李长熙，已经拍得1枚定颜丹的她，明显是看不惯姬姬这个人，故意叫价恶心她。七皇子，我不需要你送我定颜丹。45万灵石，45万灵石1次，45万灵石2次，45万灵石3次。恭喜这位公子拍下第3枚定颜丹。接下来拍卖的丹药，君凌霄都没有兴趣，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直到一个装着一个圆球的古朴的盒子被人拿上来，君凌霄才提起了一丝兴趣，想着这应该就是苏宁的金手指了。用神识已经看过了，这个圆球里有一位9品炼丹师的传承，对别人来说很珍贵，但是他不感兴趣。而且君凌霄也想知道苏宁获得这个圆球后，气运值会不会变化。结局不出君凌霄所料，其他人对这个圆球都没有兴趣，圆球成功被苏宁拿下。苏宁气运值变化没有？宿主没有，苏宁的气运值还是那么多。行吧。君凌霄和姬兰清回到小院，姬兰清就服下定颜丹。君凌霄围着姬兰清看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变化，还以为这个定颜丹服用了过后能更好看一点，原来真的只能让容颜常驻。圣子，不好看吗？好看，我的妻儿怎么样都好看。圣子，你昨天说让我骑马的，我想骑马。我操！君凌霄听到这话，身子一僵，这姬兰清也太直白了吧，这不仅是要睡自己，还要提要求。圣子，你觉得那瑶池圣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觉得瑶池圣女美吗？瑶池圣女长怎么样？我没有注意，不知道她美不美。那我看圣子看了那瑶池圣女不少时间呢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我只会有你一个人，不会再有其他人。接下来2天，
君凌霄都在全力帮助姬兰青提升修为。蓝鱼炼丹联盟内，东西南北中各大势力齐聚丹盟主峰。今日不仅是丹药的盛会，更是武道天骄的决斗场。这次宗岳找借口带着乾元峰弟子出圣地历练，也跑来观摩了。你是什么人，也配站在这里？我乃玄天圣地大长老的亲传弟子宗岳，来这里有何不可？一个长我境初期，带着一群修为比你还低的弟子，凭什么和我们平起平坐？我宗岳代表的是玄天圣地，和我修为是什么无关？我说你不配，你就不配，你给我滚下去！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这个玄天圣地大长老的弟子就这么弱，我随意一击就吐血倒地了。要不是宗岳师兄早前受了伤，加上你又是偷袭，宗岳师兄怎么可能被你打伤？你说他受了伤，他就受了伤，技不如人就不要找借口。七皇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说了你不配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要想站在这里，先打败我。就凭这个破台一下伤我。快带师兄走！谁允许你们走了的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们已经要离开这里了，不是正如你的愿。我突然又不想让你们走了，想走可以。你宗岳跟我说你技不如人，输给了我，然后求我放过你们。七皇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是玄天圣地的人，你欺辱我就是欺辱玄天圣地。什么欺辱？你又不是玄天圣地的圣子。我大周姬家与你玄天圣地一向交好，何来羞辱？你和我这个侄儿不过小辈争锋而已。宗岳环顾四周，看到众人漠不关心或看好戏的神情，他明白了，今天他实力不济，后台又不在，只能任由人羞辱。他发誓一定要成为强者，不再受这屈辱。依照圣子的性格，在这里一定会帮宗岳出头，不行，我得帮他。七皇子，你别做得太过分，等会玄天圣地的圣子君凌霄就来了，你不好交代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，还敢说叫我？玄天圣地的弟子可以拜，但不会苟且求饶。鸡鸡，今天我与一众师弟师妹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向你低头求饶。你若存心折辱我们几人，那便来一战吧。看我怎么打得你们跪地求饶！我来看看你怎么打他们跪地求饶。玄天圣子，我这侄儿跟他们开玩笑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给我听。君凌霄想，如果这件事是玄天圣地占理，那就别怪他得理不饶人了；如果是玄天圣地理亏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他君凌霄一向不讲道理，那只能麻烦其他人受着了。那名弟子愤恨地把事情经过讲给君凌霄听。怎么不让他们跪地求饶了？继续让他们跪地求饶啊！你还要把名字倒过来念，倒过来念也是鸡鸡。你这辈子就准备做一只钩巴。玄天圣地的几人笑出声来，有人撑腰真爽。虽然自己是大长老一脉的人，但此时也不得不崇拜君凌霄，觉得他当这个圣子没毛病。其他人也是听懂君凌霄的话，仔细一想，鸡鸡这个名字还真是。有忍耐力低的人已经笑出来了。钟夜看着君凌霄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他们明明是敌人，君凌霄还帮他出头。玉亲王，你说的这只是小辈争锋，我们这些老东西就不要出手了。玉亲王看着这个跟他修为差不多的人，一时半会自己也不可能战胜他，只能使眼神给谢王、萧三家人让他们出手。现在圣子和七皇子只是同辈争锋，起了点小争执，要是诸位出手，那我玄天圣地可就认为诸位是想围杀我玄天圣地的圣子，那就是我玄天圣地的敌人了。而且我玄天圣地的圣祖也刚放出话来，如果哪个不长眼，仗着自己年纪大多，修炼了几年，想以大欺小对圣子出手，那他会携天渊剑登门拜访。东域的人听到这话都是嘴角一抽，这话他们知道杀伤力很大。其他几域也知道君无期这个疯子动不动就堵门，他打不过你就去请老祖，谁家这么完的？谁家老祖不是在自家生死关头才会出手？谁像玄天圣地的老祖那么不值钱？三家人可不想掺和进去，白白得罪人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玄天圣地的人可以输，但是不能求饶。看来今天你没有机会让他们求饶了。要是你跟我求饶，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玄天圣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鸡鸡是我大周的七皇子，鸡鸡君凌霄他不敢杀你，你不要怕。
玄天圣子，今天是我丹盟的盛会，可否给我丹盟一个面子？我让鸡鸡给你道歉，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原来你会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是哑巴，滚一边去！七品炼丹师自然也知道，君凌霄这是嘲讽他刚才不出来阻止鸡鸡对宗岳一行人的羞辱。我只数3声，你不求饶，我就送你去见阎王。1、2，我求饶，我求饶，玄天圣子，你不要杀我！玉清王脸都气绿了，大周那边的人也是脸色不好。君凌霄连丹盟的面子都不给，宗岳身后的几个师弟对君凌霄的崇拜达到了顶峰，现在也成为了君凌霄的迷弟。宗岳看着师弟师妹的表情，知道他们对君凌霄的崇拜，并没有开口说什么，因为他自己也对君凌霄有了崇拜之情。既然你求饶了，那我就暂且放过你。反正姬家这一行人没2天就要死了，就当我大发善心，让姬姬多活几天吧。谢谢你。突然觉得这个宗岳好像不是那么讨人厌了，不过该收拾还是得收拾，惹到我还是得送他去见阎王。此次年轻一辈的比试分3轮，第1轮要求参赛者在规定的时间里，将一个缺了2味灵药的2品残方补上这2味灵药，并炼制出来，超时或者炼制失败者淘汰。第2轮在规定时间内炼制出一个3品丹药，单方由丹盟提供，超时或者炼制失败者淘汰。第3轮不做任何限制，在规定时间内，参赛者自由炼制丹药，由丹盟的3位6品炼丹师评选出最优的1枚丹药，便是最后的胜者。君凌霄对这个比试没什么兴趣，他觉得苏宁这个男主随便都能进入第3轮。瑶池圣女柳如烟频繁地将视线移到自己身上，季兰青也注意到了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寒意。圣子，那瑶池圣女看了你好多次，你不回应她吗？我对她没兴趣，你别多想。很快第2轮比试结果出来，现场只剩下5个人，苏宁也在其中。另外2个孟清欢和申瑞，他听秦川讲过，剩下这2个白发老头不认识。君凌霄怀疑丹盟的人有暗箱操作，说好的年轻一辈的比试呢？系统，你是不是也没有孟清欢的资料？宿主没有的。附近没有发现其他系统吗？宿主没有发现哦。什么？竟然是玉清丹？那可是难度无限接近于4品丹药的丹药。孟清欢竟然炼出来了，那他肯定第1稳了。不一定，沈瑞的丹药也好了。快看，沈瑞炼的是4品丹药，他竟然炼制出了4品丹药。沈瑞竟然能炼制出4品丹药，这一场是他输了。不过他没有过多的失落，毕竟这个申瑞大了他几岁，自己很快就可以追上他的。孟师妹这次承让了。孟清欢没有说话，直觉告诉他，苏宁这次炼的丹药不一样。很快苏宁的丹药也好了，顺势丹香四溢。这是通脉丹，你竟然炼制出了通脉丹。通脉丹，他竟然炼制出了通脉丹。通脉丹只是3品丹药，但是4品炼丹师都不一定能炼制成功。通脉丹炼制难度是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，炼制成功要求对灵药的药性提取非常精准，一点偏差都会导致通脉丹炼制失败。但是通脉丹炼制没有什么手法和其他要求，所以它一直3品丹药。孟大宗师、齐大宗师，关于这2枚丹药的评判，我们有些犹豫，想听听您的意见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将这2枚丹药的难度定为相同，以它们的品质来决定胜负。收到。孟大宗师、齐大宗师，我等已经鉴定完毕，是通脉丹品质更高。你确定是通脉丹的品质更高？的确是通脉丹品质更高。我宣布第3轮比试的获胜者是苏宁。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你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这苏宁是何许人也？从南域丹会举办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不是丹盟的人获胜。我想起来了，那苏宁是不是白云谷的弟子？你怎么知道苏宁是我白云谷的弟子？哎呀呀，他的确是我一手带大的。苏宁这孩子从小就有炼丹天赋。因为通脉丹炼制难度大，我们评判时决定根据2枚丹药的品质来确定胜者。申瑞炼制的4品丹药是中阶品质，苏宁炼制通脉丹是完美品质，所以这次的获胜者是苏宁。师弟，你真棒，回去好好给你一次。宿主就是那个穿紫色的衣服的女修，她身上有系统。你说具体点。宿主就是去找苏宁那个紫衣女修。哦。宿主，我们去把那个系统干掉吧。行，等会我们就去抓住那个系统。
比赛结束后，君凌霄来到苏宁宗门白云谷弟子的住所，一下就锁定到新系统的位置，直接展开大地领域，将女修和系统笼罩进去。在那个新系统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直接一把他抓住了。宿主，捏死他！你能联系上你的主系统吗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可能抓得住我？你快放开我！废话这么多干嘛？我问你能不能联系你的主系统？人类，你要干嘛？我是不会屈服的，你快放开我！人类，你快住手！现在你能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宿主，他在自毁。君凌霄听后，立马用神识锁住新系统。新系统慌了，他刚刚被这个人类抓住，就联系不上主系统了。现在他竟然连自毁都做不到，这个人类到底是谁？怎么有人类可以做到这样？我是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君凌霄踹开昏迷的女修，毒瘤系统和女系统共处，口水忍不住的往下掉。君凌霄则是开始盘算如何榨干这个忠诚员工的剩余价值。哈哈哈哈哈！宿主，我们去猎杀其他系统，把他们全部吞了。你吸收了那个系统？也不算吸收了，就是吃了它一部分能量，还拿到资料库钥匙。能联系主系统吗？不能，资料库任务线全乱了。宿主，孟清欢的资料已解锁。八品炼丹师大宗师的女儿，父亲被暗算死亡后，还能保住自己这一派的力量，利用丹盟自己内部的矛盾，在夹缝中的左右周旋，刀尖上起舞，甚至自己这一派的力量还暗自壮大，越美越危险。这孟清欢怕是比系统还难缠，也许这个苏宁也是他的一颗棋子，看来果然不能轻视女人。宿主，你在想什么？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继续去找其他系统，然后干掉他们吧。君凌霄也想起来，自己刚才捏死那个系统很轻松，为什么当初怎么也赶不走系统？现在系统还能吸收别的系统，越来越觉得这个系统不一般了。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你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你给他把伤治了吧，我已经篡改他的记忆，他醒来不会察觉到任何不对劲，你就伪装成他的系统。对了，最近别给他发任务。君凌霄在丹城待了2天，等姬兰清境界稳固后，准备回东域。此时，大周姬家被灭门和7品炼丹师被废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这不禁让人对君凌霄起了疑心。丹盟的人上门询问，却被蒲老拦下。我一个长我境的人，我的护道者也才刚入圣王，丹盟应该知道我玄天圣地就这几个人入了丹城，哪里有能力杀人，还能把一个7品炼丹师变成废人？长点脑子的人都不会怀疑我。抱歉，圣子，我们也是例行盘问。圣子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听说神境之地开启了，我们去看看。神境之地是东域的一处禁地，平常的时候危险无比，只有神境之地那遍布的死气退去，人才能进去。适合现在的姬兰清去历练一下，去找点资源，遇到姬家的人也可以杀几个。这次凌晨也来到了神境之地，张峰没有跟着他来，一是因为他修为不够，二是他不想再跟着凌晨出去历练。凌晨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掉。青儿，这次我不会跟着你，性命最重要，我希望你能安全出来，我等着你。圣子，我一定会安全出来。青儿有我给的底牌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这是，宿主，这是阴阳合欢果。阴阳合欢果，这果子有点门道的，它可以提升修为，改善资质，修复根基，甚至逆天改命。如果2个人一人吃了1颗，那就不得不双修才能化解吸收药力，不然就会爆体而亡。这大概也是凌晨和他某个后宫的机缘。凌晨这个人，我打心里不喜，给他制造点困难，那我就多让点人进来，大家一起进来，给凌晨制造点麻烦。圣子，你不是去参加南域丹会了吗？怎么也来神境之地了？回来的路上听说神境之地开启了，来凑凑热闹。那个女修放下这株灵药。这些人真是自寻死路。住手！这么漂亮的美人，不如跟了我们哥仨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如何？死！我们是姬家的人，你动手杀了我们，姬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姬家进来了很多人。男子松了一口气，以为姬兰清怕了，正要继续说。
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你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你也死！你给我等着去！我姬家人不会放过你。杀人不摸尸，等于没杀。看来得去找姬家的人，这样不仅能报仇，还能得到更多的资源。姬家这一代年轻人的4个领头人迅速集结人手，准备对姬兰青进行围剿。抓住姬兰青，献给七皇子，或许能攀上高枝，说不定还能一清芳泽。哦。你们的七皇子已经死了，还想攀高枝？这样也好，让兰青锻炼一下，必要时我会出手。姬兰青，你束手就擒如何？我不会杀了你，你如果反抗，我们出手没有轻重，不小心伤了你就不好了。即使姬兰青特别小心，还是架不住姬家人多势众，最终他还是被包围了。你们一起上，不要杀死他，也不要伤了他的脸。给我继续上！随着姬兰青击杀的姬家人越来越多，其他姬家人开始胆怯，修为低的不敢上前。一群废物！3位，我们一起出手吧，早点出手擒住他。看来得用底牌了。姬兰青激活君临霄给他的炎灵剑，周围形成一圈保护罩，他不再担心防御，直接朝4人杀去。不要轻敌，全力应对。姬兰青的攻击狠辣无比，招招致命。很快，姬家的化灵镜修士被他斩于剑下，另一个化灵镜也死在他的剑下。剩下的姬家人开始恐慌，纷纷向姬兰青发起攻击，但都被炎灵界的保护罩挡住。大家不要怕，一起朝他攻去。他这个光罩肯定消耗灵气，只要他灵气耗尽，这个光罩自然会消失。杀了那么多姬家的人，还没有摸尸，可不能让别人捡了便宜。青儿，你做得很好。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你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，但也会暗中施展大地神威清理妖兽，守护同门弟子。我操！圣子真是天纵奇才，这神境之地的灵药和资源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过奖过奖，大家齐心协力，自然事半功倍。你们跟我来。一行人很快来到神境之地深处，看到了挂着阴阳合欢果的树。然而，他们不小心触发了迷阵，被困在其中。君凌霄明白，这就该是凌晨的机缘，他也不出手了。这个迷阵对我没用，但他们却困住了。妙音仙子，这迷阵不会是你凌晨弟子弄的吧？就为了把我们困在这里，自己去摘灵药？妙音也不知道，我这弟子。凌晨，我看你这贼子这次往哪里逃？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。正好，这次我也解决你。很快，凌晨就被李贤压着，他的境界比李贤低很多，于是向丹老求助。老师，你帮帮我可以吗？让我先杀了这个李贤。小陈，不行，我出不了手，我一出手死气就缠上来了，这次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没用的老东西，每次都掉链子。我等会用一点灵魂之力让你躲过他的进攻，到了树下你快速摘了果子，立马用精血激活天命界，使用空间瞬移出去。哦，好，老师你出手吧。
转过头在接触阴阳合欢果的那一刻，阴阳合欢果瞬间就进入两人的身体了。林晨看到只抢到一个，也没有过多犹豫，立马滴了精血，在天命戒上准备使用空间瞬移。怎么会这样？凌晨，你这次逃不了了。老师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最近使用太多次了。慢慢的，两个人发现自己体内有一股灵气乱窜，而且灵气越积越多，两个人只能停下手来。李贤已经快被这股乱窜的灵气撑爆，主动询问凌晨。凌晨，刚刚那2颗果子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体内有一股灵气乱窜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师，刚刚那是什么灵果？我体内有一股灵气乱窜，我觉得自己快被撑爆了。一蓝一红2颗，灵气乱窜。小陈，你看看那棵树的叶子是不是桑叶形状的？是桑叶形状的，怎么了？小陈，刚刚那2颗灵果是阴阳合欢果，一个人吃2颗倒没有什么，要是2颗灵果被2个人分别吃了，只能双修化解。难道他又要？不，他不要。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以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对于系统所奖励的功法神通，你并不感兴趣，倒是一些食物让你眼前一亮。为了这些零食，勉强做几个顺眼的任务。凌晨，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灵果？我今天可以饶你不死，不然我也要拖着你一起死。这是阴阳合欢果，阴阳交合才能化解吸收。你别想忽悠我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你也感受到了体内越来越多的灵气，这个灵气必须要阴阳交合才能化解。这个阴阳合欢果是逆天神果，吸收完它的药效后，能帮你重塑断肢。你确定必须要双修？没有骗我。要是我知道你骗我，我保障你活不出去。我骗你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想和你双修吗？我喜欢女人。凌晨和李贤开始双修，凌晨闭着眼睛，李贤则趴在他身上。迷阵外的众人只能看到外面的场景，却听不到声音。妙音师妹，你这弟子就算喜欢男人，也不用这么猴急吧？这大庭广众之下，简直有辱门风。妙音仙子没有说话，心中已经决定，等会就将凌晨逐出门下。凌晨和李贤双修了半天，发现体内灵气并没有减少。你不是说双修就可以了吗？怎么双修了半天，灵气还越来越多了？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陈，你吃的是阴果，李贤吃的是阳果，需要他主导双修，你让他在你身上吧。什么？要他在我身上？我让他捐？这肯定不行啊！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1回生，2回熟，3回4回老朋友嘛。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了，这事你一定要保密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凌晨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你吃的是阳果，我吃的是阴果，需要你在上面主导双修才会有效果。凌晨和李贤继续双修，迷阵外的众人看到他们的动作，纷纷感到震惊。妙音师妹，这未免太过。凌晨，你简直有辱门风。凌晨和李贤终于吸收完阴阳合欢果的灵力，李贤的断臂恢复了，修为达到虚境巅峰，而凌晨则成功突破到虚境，两人再次打斗起来。凌晨趁机逃离。凌晨，你的后宫现在可有麻烦了？宿主，凌晨的气运值上升喽！看来这些主角的气运值的确是会变化。你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大地境强者，却甘愿自封修为，隐于这宗门数十年，只因你前世熟读各种修仙小说，深知那些拥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往往成为气运之子的垫脚石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以谨慎行事，只显露出比同辈高一个境界的修为。对于系统所奖励的功法神通，你并不感兴趣，倒是一些食物让你眼前一亮。为了这些零食，勉强做几个顺眼的任务。姬仙子来了，快跑！他太可怕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姬家的老东西姬恒终于被人弄了，他不顾神境之地的死气，强行冲进药园，准备击杀姬兰青。姬兰青，你杀了我姬家不少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末路。姬兰青感受到一股杀气袭来，迅速离开。姬恒的攻击将他刚才站立的地方轰出一个冒着烟的大口。没想到你反应还挺快，但你的末路到了，束手就擒吧。姬兰青偷偷拿出传音玉，准备向君凌霄求救。姬恒早就防备着，
一道黄色光束将传音1刺中。你以为我会让你求救吗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姬恒悬在半空，脸上没有怒气，看姬兰青像看一个死人一样。姬兰青，你从了我如何？只要你从了我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你休想！看来你是想死了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姬恒抬手随意一击，姬兰青用金灵霄给他的储灵珠和红莲业火反击，但仍然被击中。你这副受辱怨恨的表情，我可真喜欢。我就喜欢你们这种不情不愿，但又不得不屈服的模样。你现在可以骂我了，骂我禽兽，骂我人渣。你越骂我，我越兴奋。就在姬恒得意无比，觉得自己马上要得逞的时候，虚空中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姬恒老，一把年纪不要脸，还对晚辈出手，真是不要脸了！你对玄天圣子的婢女出手，就不怕他的报复？”你是谁？你是谁？